朗朗晴空，万里无云。青石河村干旱将近1年。哎呦，生了！随着一道嘹亮的婴儿哭啼，一个新生命降生在贫困之家。快给我看看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稳婆石大娘动作一顿，看着产妇面露难色。把孩子抱过来。阿娘，你慢点儿。14岁的苏迎春心中忐忑不安，她刚刚瞅了一眼阿娘生下的第5个孩儿，好像也不是男娃。果然，许娘子勉力掀开裹着婴儿的被褥，脸色瞬间苍白如纸，白眼一翻，晕厥过去。阿娘！哎呀！石大娘惊了一把，连忙掐她的人中。没一会儿，许娘子悠悠转醒。你刚生产完，哭泣伤身，要好好静养才是。我家男人为人孝顺，待人至诚，后来被迫从军，死在战场上，再也回不来。到头来，老天爷却让他无子绝后，何其不公啊！苏正阳，你死得倒痛快，可你抛下我们娘儿几个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石大娘见状，生怕她出事，立即劝道：别难过了，这闺女也是苏老三的血脉。你想想看，家里有5个女儿，何愁找不到一个好郎君入赘呀？我是罪人，他到死我都不能给他生个儿子，都是我的错。大娘明白你的心情，但你不为自己，也要为5个女儿活下去。你丈夫没了，你家的5个闺女咋办？你也不想想，你婆家那些人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的闺女们也没有好下场，这个家指定保不住。阿娘！石大娘看到这些面黄肌瘦的小姑娘，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。你公公婆婆还有你家男人的那2个兄弟，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，他们就等着吃绝户呢。你要是不支棱起来，保不准把你的几个闺女一一发卖给大户人家为奴为婢，已算好的。最怕卖去勾栏院那等地方，人间地狱哟。最好的结局就是给他们一家当牛做马，日后寻一门破烂的心事。你是个做母亲的，当真忍心留下几个闺女活受罪？阿娘。苏迎春低低地唤了一声，她的眼神看向躺在母亲身边的女婴，对未来忧心忡忡。他们家没有男娃子，这个家恐怕要守不住了。阿娘。许娘子的目光从哭得惨兮兮的闺女面上一一扫过，最后落在身侧最小的女婴身上。许娘子，除了迎春，夏秋冬都出去。苏幼夏、苏宁秋和苏暖冬3个小丫头同时抬头，眼泪汪汪的不明所以。听话，先出去，别让阿娘劳心。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石大娘忙将人扶起来。许娘子摇头不肯。大娘，我今日生了一个儿子。许娘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大娘，仿佛她不答应便会一直跪下去。什么？唉，何至于此啊！我家男人已不在世，我必须保全这个家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这些闺女绝对不能因为苏老三没有儿子，就落得凄苦的下场。大娘，你家也有女儿，求你可怜我，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只要你出去告诉大家，我第5个孩子是儿子，我的一切难题便可迎刃而解。好吧。石大娘郑重应下。既然你下定决心，我便依你。
此后关于你儿子的身世，绝不吐露半个字。湘雅，谢谢大娘，愿意帮我保守秘密。快起来！石大娘将人扶到床上，重新躺好，颇为同情地说：我倒没什么，不过闭口不言罢了。我担心的是呀，你把这女娃娃当男娃子养，且不说什么时候被戳穿，这女娃娃本身会过得十分艰难，命途坎坷。你当真想好啦？总比家产被占，孩子被发卖的好。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的，只好先苦了这孩子。若2-3年后，迎春这孩子能招婿，新夫婿支棱起整个家，这孩子便能恢复女儿身。石大娘悠悠叹气，知道无法改变她的想法，只得叮嘱苏迎春：迎春呐，你是个好孩子，照顾好你阿娘的月子啊。苏迎春忙不迭点头。石大娘又对许娘子说：你放宽心，我出去告诉村里人你们家添丁的好消息。大娘。许娘子闻言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哎，可别啊，你我皆是女子，不必说这些虚头巴脑的话。你且好好坐月子，把身子养好，往后啊才能保护你的5个孩子，把他们养大成人。月子期间呢，你们把门拴紧了，轻易不要放别人进来。至于外头，我替你们去说，村子里的人都看着呢。你公婆那边再刻薄，也不敢在这个时候上门打秋风。石大娘离开后，许娘子看着襁褓中的婴儿，凄苦的脸上不无愧疚。孩子，原谅阿娘，阿娘也是迫不得已。就在这时，婴儿仿佛明白亲娘对自己说的话，疏忽睁开眼睛。阿娘，妹妹睁眼了。他是你小弟，把我妹妹当成弟弟养，能成吗？你是家中长女，多多少少也该明白家中的境况。若是咱们家里没有男丁，你阿爷阿奶他们得把我们给逼死。迎春，你要牢牢记住，他是你的弟弟，家里唯一的男丁，跟妹妹们也这么说。阿娘，我知道了。为娘知道你最懂事儿，你妹妹们还小，这件事只能你知道。你平日里也要照顾好她，她承担着你们所没有的责任，注定过得比你们辛苦。许娘子爱怜地看着旁边的婴儿，不管男娃女娃，都是她怀胎10月生出来的孩儿，如何能不疼惜？我去喊妹妹们进来，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。弟弟，我们家有弟弟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别吓着小弟。最小的苏暖冬只有4岁，此时他仰头萌萌地问：大姐，我们家有弟弟了，我们是不是不会被阿姨阿奶发卖了？自然不会被卖，房屋也不会被收走。家里有弟弟，等于有了顶梁柱，不会有人来吃我们家绝户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有小弟了。是啊，以后都不用担心了。苏暖冬看着小婴儿惊叹：哇，小弟长得真漂亮。小弟皮肤粉粉嫩嫩的，小嘴巴红红的，眉毛弯弯的，比我们都好看。眉头鼻子小嘴都那么秀气，一看就好聪明呢。小弟。石大娘撩开房间的门帘走出去，陡然见到外面淅淅沥沥的下着大雨，着着实实愣了一下。这是喜雨呀！石大娘转身回房，刚要睡下的许娘子见她去而复返，如同惊弓之鸟，顿时清醒。喜事呀，老天爷开眼，外头在下大雨，大家的粮食有救了，生活就有奔头，保不准这孩子是个有福气的，你就安心坐月子吧。闻言，许娘子的精神放松下来，只病恹恹的点头，
眼皮都要耷拉下来。行，你好好休息。石大娘说完，转头看向苏迎春。你娘早产1个月，又摔了一跤，身体受损严重，月子定要好好做。你是长姐，辛苦些，好好照顾你娘吧。我会的，谢谢大姥姥。苏迎春送石大娘出屋。大姥姥，不要淋湿身子。真是个贴心的丫头，我这就出去跟村里人宣布好消息。苏迎春目送石大娘离开，有人见到石大娘就问：石大娘，听说你去给苏老三家媳妇接生了？对呀，这不刚忙完吗？生的是闺女还是儿子呀？依我看，铁定是闺女。前头连续4胎尽是闺女，怎么可能生儿子？这可说不准。都别瞎猜，许娘子呀，生了一个男娃子。由于石大娘面色如常，毫无破绽，没有人产生怀疑的念头。啊，当真生出儿子了？前头4个闺女，我以为这一胎也是个便宜货。也许是老天爷开眼吧。苏老三活着的时候，爹不疼娘不爱，从军不过半年又死在战场，老天爷可怜他，给他留后。要知道，苏老三死后，那一家子就只剩下女人了。以苏老三爹娘的做派，那一家子可都没有活路了。那倒是，苏老三虽是他们一家的小儿子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爹娘一点儿都不疼他，连带家里的狗都比他好。不知道，还以为苏老三是捡回来的，专门侍候他们一大家子呢。就是，苏家3兄弟1个妹妹，就苏老三活得不像个人。哎，好不容易分家，到头来却年纪轻轻死掉，留下1个娘们和5个孩子，造孽呀！可不是嘛，我听说官府给的抚恤金都被苏老婆子给抢走了。就今儿早上，苏老婆子为了抢20两抚恤金，将苏娘子推搡一把，这才导致苏娘子的肚子提前发动。摊上那样的婆婆，谁碰上谁倒霉。哎呀，虽说生了儿子，但是孤儿寡母的怎么活下去呀？石大娘听着也觉得心酸。这年头大家都重男轻女，女子生存本就艰难，家里再没个顶梁柱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同样出来享受雨水的苏老大和苏老二互相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恼恨，一路飞奔回家。爹，几十岁的人了，都没个稳重，什么事这般着急啊？爹，三弟媳妇刚生了儿子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村里的稳婆石大娘亲口说的。对，我们都亲耳听到，石大娘就是这么跟大家说的。什么？苏老婆子从屋里走出来。那许香雅真有本事生出儿子，不会是假的吧？你个蠢妇，村里人天天见，这种事怎能有假呀？我就说一嘴，哼，还想着等老三媳妇儿那个败家娘们儿把闺女生下来，再将他们一大家子通通卖掉，这样一来，咱们家里也有进项，他们家的大屋子也归咱们，往后好几年内，咱们一家都不用愁吃穿用度了，住着也宽敞些呀。让什么让？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盘算啊！他一听到苏老婆子的声音就厌烦，警告他一句：爹，这么一来，咱们不是什么便宜都没捞着。苏老头眯了眯耷拉的眼皮。老婆子，你亲自过去看看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，4胎都是闺女，没道理第5胎是个儿子呀。我觉得老三媳妇就是生闺女的命，老三不孝啊，早早分家，老天都看不过去，让他年纪轻轻死了，老天都不让他活，更不可能给他留后呢。邻村那户林姓的人家一连生了9个闺女儿，他家婆娘到现在都没能生出儿子，我就不信老三媳妇儿真能生出个带把儿的。娘，你赶紧瞧瞧去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此时此刻，
苏老三家静悄悄的，房内许娘子由于产后身体疲惫，昏沉沉的睡着。阿娘和小弟需要休息，四妹妹守着房间。如果阿娘有吩咐，要来告诉姐姐们。三妹妹去灶里煮红枣糖水，我和你们二姐去山脚下寻摸些野菜回来。正说着，院里的门被拍得砰砰作响。大丫，我可瞧见你了，快给阿奶开门！大姐，阿奶要来把我们抓去卖掉吗？他敢来卖我们，我就揍得他满地找牙。反正我力气大得很，一个顶10个。对，我们揍他！二妹，不要冲动，我们死守着家门，不要打开门，不理他就对了。现在阿娘和小弟正需要休息，我们要保护好他们，绝对不能放人进来搞破坏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能出去找吃的。一屋子死丫头，干吃饭的赔钱货，连个门都不会开的废物。自家长辈亲自来到家门来看望生产的儿媳妇儿，你们这些臭丫头一个个都不来开，任由亲阿奶被雨淋，不尊长辈的玩意儿！你胡说八道，我们姐妹不是臭丫头，你才是那个害我阿娘和小弟的坏阿奶，我们不会开门的。苏老婆子声音一顿，随即更是拔高嗓门狂骂：哎呦喂，瘪肚子玩意儿！我是你亲阿奶，你个死丫头，敢不尊重长辈？信不信我让族长将你逐出族谱啊？逐就逐，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们才不要和坏蛋在一个族谱。屋外，苏老婆子骂人的嘴巴就没有停过。苏老婆子骂骂咧咧的话吵到里屋的人了。许娘子睁了睁眼，低声唤道：迎春。苏迎春连忙跑进去：阿娘，你好好休息，别管阿奶。你阿奶骂出这么难听的话，不是1次2次，她这个时候来，怕是来确认孩子的性别的。你谨记，千万别开门，只要我们不搭理她，待她骂累了，自然就离开了。阿娘只是担心你几个妹妹按捺不住性子，冲动开门。阿娘放心，我会管束好妹妹们的。苏迎春应下后，许娘子实在打不起精神，继续沉沉睡去。都听到阿娘怎么说了，不要重击开门。我们呀，尽管照顾好阿娘和小弟，至于某些人，一概不管。可是大姐，她这样骂下去，会吵到阿娘和小弟睡觉。大姐，我想赶人，阿奶她太过分了。你放心，我的力气比成年男子都大，阿奶打不过我。要不是阿奶推了阿娘一把，这趟生产不会这般凶险。阿奶根本一点都不知悔改，否则现在就不会在门外破口大骂。可见退让并不会让我们好过，只会让坏人愈加欺负我们。三位妹妹，阿爹已经没了，再没有人护着我们，我们要强大起来，才不会被他们欺负，才能保护好小弟。把他们卖去窑子跟毁了他们没什么区别。他之前偷听了，阿奶要把他们卖到醉红楼那种肮脏的地方。姐妹们，咱们拿起武器，把不让咱们安生的坏人打跑。是大姐。都装死是吧？信不信我去找族长，把你们一个个不长把子的赔钱货色轰出去呀！忽然一道闪电自天际直窜而下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痛死我老婆子了！哎呦！哦，娘！苏老婆子听到儿子们的声音，凄厉大哭。哎呀，儿啊，娘要死了！这头说完，那头身子直直地仰倒下去。快请郎中！外面吵吵嚷嚷的，困在小小婴孩的身体里，苏青耐不住困顿，提歪脑袋睡了过去。这时耳边隐约传来一个仿佛来自亘古的苍老声音，诉说着什么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念你倒霉时世，仍保留一颗赤子之心。你前世是为救人而死，上一世更是为国捐躯，拯救万人，积累功德无数。这一世你是气运之子，凡运诸事皆会化险为夷，终其一生富贵绵延，福运亨通。一日清晨，春夏秋冬四姐妹像往常一样醒来。你进房守着小弟，阿娘出去看甜水。
苏暖冬还没说话，那边苏迎春听到声音，立即丢下菜刀，疾步走来。阿娘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月子没做完，受风不得。村里已干旱许久，老天爷好不容易下大雨，咱家就靠着田里粮食过活。阿娘不出去看看，不放心。阿娘放心好了，我吃完早饭便去田里巡视一番。依我看，天降雨水，村里的田地都不缺水，大家应该不会像之前那样抢水偷水了。还有菜地，之前种的菜都枯死了，这回下了整夜的雨，菜地正适合种菜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。田里的杂草前阵子去除了一遍，应该没什么事，我今儿能把菜种子重新种上。许娘子满脸忧色，叹气。家里穷，吃不起肉就算了，连大白菜都吃不上，阿娘对不起你们。阿娘不打紧的，二妹和三妹稍后去摘野菜，我呀种下的菜再有10天半个月就能吃上了。她端详着许娘子苍白的脸色，神色黯然道：阿爹在时，阿娘每回生妹妹都会做足月子的。以前是以前，都过去了，没有你阿爹，日子不能像从前那样。再说，村子里的妇人生产完，第2天下地干农活的比比皆是。石大娘特意叮嘱我，产妇的月子一定要做好，何况阿娘早产，又被阿奶推了一把，伤及身子。倘若月子里落下病根，是要伴随终身的，往后更是泡费银钱，岂不是得不偿失啊？还不如将养1个月，以后豁出去干活都行。娘何尝不知你说的有道理，只是家里没有多少余粮，你爹有。突然婴儿哭啼声起。阿娘，小弟离不开你，他是早产儿，身子骨弱，比我们4姐妹更需要阿娘的照顾。此时从院子里跑来还手握柴刀的苏幼夏坚定地说：大姐说的对，小弟是我们全家的希望，阿娘是家中的顶梁柱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阿娘和小弟的。阿娘不用担心，我和三妹会摘很多很多的野菜回来。是的，阿娘。苏宁秋抿抿小嘴，用力点头，眼神里流露出同样的暖光。我每天还会捡好多好多的野鸡蛋。好孩子，都是娘的好孩子。可怜她这些个懂事的闺女生在穷苦的人家，现在更是成了没爹的孩子。有人在家吗？好了，阿娘明白你们的心意，阿娘会好好照顾自己和你们的小弟的。外头好像是石大娘的声音，你们快去看看。我去。姥姥，快请进。你娘还好吧？挺好的，只是阿娘总想着出去干农活。最好不要。哎呦喂，你怎么站着呀？快躺下。我没事儿，大娘快请坐。哟，小孩精神着呢，一看就是个机灵的。不过1天时间，小孩子的小脸蛋儿就红扑扑的，没有早产儿的虚弱，这是福气呀。这，你来便是了，怎么还给我送红枣？快拿回去。哟，你这孩子了不得呀，就冲这股子机灵劲儿，将来有大出息。大娘，哎，娘子别退还给我，不就几颗红枣子，也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。你坐月子正好用来煲汤补补身子。那谢谢大娘。大娘特意过来是给我送红枣的。送红枣干只是由头，我来是要提醒你，你婆婆昨儿在你们院子外头遭雷劈，现在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你婆婆干了见不得人的丑事儿，惹怒老天爷遭报应呢。这跟我家没什么关系吧？孩子他爹生前便与那边分家，除了每月交钱赡养公公婆婆，没有别的来往。孩子他爹生前便与那边分家，除了每月交钱赡养公公婆婆，没有别的来往。可不是嘛，大家没往你身上想，可你也清楚，你那婆婆是个糟心的，她一心朝你们家泼脏水呢，说你生的儿子不祥，将她祸害。我来时见她嚷嚷着要告到族长那儿去，依我看呢，
你婆家想要吃绝户的心思不死，他们听说你生儿子，知道代替苏老三休妻的做法不成后，便又心生一计。正好你婆婆在你家院子外遭雷劈的事情传开，她想了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：一来把脏水泼到你儿子身上去，有了祸端的名头；二来就能明目张胆地处理你们娘儿几个。他们好狠的心啊！为了几个臭钱，连老三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。许娘子一咬牙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得逞，我这便去找族长。哎，你别冲动，先听我说完。我来之前呢，替你去了一趟苏老族长家里，幸好啊，老族长门儿清，把他挡回去了。你婆婆顶着乌漆抹黑的脸，连老族长的面儿都没见着。苏老族长让我转告你，安心坐月子，别管他们，不过瞎折腾罢了。石大娘笑眯眯地说完，许娘子和春夏秋冬都松了一口气。许娘子感激地说：多谢大娘。我来这一趟啊，是为了提醒你，不要以为生了儿子就能万全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要时时提防你那婆家。大娘说的对，苏老三在世时，他们总有各种法子从我们家扒拉东西。明明我们家一穷二白，却要我们供养他们全家。苏老三不在，我对外宣称生了儿子，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，一定很失望。一计不成，便会另生一计。他们不吸干我们的血肉，便不会停止。阿爷阿奶、大伯二伯，还有大伯娘二伯娘，他们没有一个好人。苏宁秋闷声道，眼里划过一丝恨意。苏老族长不会袒护他们，他们做不了什么，不会得逞，你们小心提防着便好。行了，一个个别愁眉苦脸了，事情没有那么坏。苏老婆子爱蹦的不是一天两天，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家，他们奈何不了你们。姥姥、阿姨、阿奶他们不会卖掉我们姐妹吧？不会啦，他们不敢。咱们小暖冬这么可爱，家里又有小弟，他们要是敢卖，老族长肯定不会答应。还有你娘和几个姐姐们，不得跟他们拼命啊！特别是你二姐，力气大如牛，没有人敢强卖。对，二姐一定会保护好小厮的。对了，有一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我听村长说，村里有个离家几十年的贵人在外头飞黄腾达，前日突然派人拿钱给村长，要买下你们屋子旁边的那块空地，说是要建青砖大瓦房，比县城里的大人府还要气派的屋子。春夏秋冬啧舌，青砖大瓦房那得花多少银两呀？你们这儿是村委的独户，日后有了邻居，不至于过于冷清。倘若有个好邻居，左邻右舍也好互相帮衬呐。石大娘走后，屋内的气氛有点压抑。一个个的都怎么了？阿娘，爹不在了，我们没有人护着，以后阿姨阿奶再来欺负我们，该怎么办呢？宁秋，过来。没事儿，阿娘定会拼命护着家里的每一个人。可是我不想看到阿娘拼命，会流好多好多的血。苏宁秋红着眼眶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流下来。呆毛，哭个毛线！快把眼泪擦干，有你二姐在呢，他们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两个我打一双，来3、4、5、6我就打，把他们揍得满地找牙。呀，小弟的小嘴扑了一下。是尿尿了吗？小弟在吐口水。我觉得他饿了，小弟想要喝奶。谁都没有意识到，小宝宝的一个反应就将他们的忧伤打散。阿娘，给小弟取个什么名字好啊？你们4姐妹的名字是根据你们出生的季节，爹娘用了春夏秋冬为名。以后阿娘不会再给你们生弟弟妹妹，这孩子单名一个青字吧。青色的青吗？不，是无灾无难到公卿的卿。
青字的寓意极好，用在男孩名字中，表示官运亨通，事业顺利。当然，这个字用在女孩子身上也可以。青字颇为优雅，寓意姑娘的品德高尚，芳名远扬。这名字取得好，我们家的小弟将来一定有大出息。苏迎春最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觉得阿娘真是煞费苦心，这个名字最妥帖不过。这名字极好。青宝，青宝，你是我最最可爱的小弟，我每天要捡好多好多的野鸡蛋给你吃。那我也要挖很多很多的野菜回来，让青宝顿顿都有菜吃。你们2个小不点儿是自己喜欢吃鸡蛋吃菜吧？行了，你们的小弟饿了，都出去吧。迎春，待会儿拿几块干净的尿布进来。苏迎春应下，便领着3位妹妹出去。过了一阵子，苏青打了一个饱嗝，然后继续睡起来。睡梦中，他又跑进仓库里，绕着他囤的物资乐呵呵打转。要是能拿出去给阿娘和4位姐姐吃就好了。正想着，他屁股一空，摔了个屁股墩儿，底下的大米不翼而飞。哎呀！许娘子吃痛惊呼。她给娃喂过2回奶，又吃过早饭，正打瞌睡，猛然间身上像被什么砸到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睁眼一瞧，一大麻袋重重地压在身上。米，真的是金贵的白米，可是怎么可能？青宝眯眼，难道那是我睡着时另一片天地的大米？我一个念头可以让那片天地的物资来到这里。小四，阿娘，我没有看到有人闯进来。当真没有任何人进来？真没有。我虽然在后院割草，可是一直都有留意前院的动静。阿娘，这是真的吗？咱们家有白米饭吃了。苏暖冬不敢置信的语气。许娘子立刻看向床上朝他们噗噗吹气的青宝。许娘子的脑海里忽然冒出石大娘说过的一句话：保不准这孩子是个有福气的。小四，家里突然多出一袋大米的事儿，除了家里人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阿娘，咱们能吃白米饭了，对不对？许娘子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等你姐姐们回来再说。苏有夏和苏宁秋背着竹篓一起来到了山脚下。苏宁秋捂着后脑勺，2姐妹同时回头，是村里的臭小孩拿干泥巴砸过来。苏有夏2眼一瞪，撸起袖子：好你个狗蛋，看我不削你！二姐，他们跑了。别怕，二姐给你报仇了。脑袋还疼不？让二姐看看。不疼，泥巴不硬。你呀，就是因为你不会反抗，他们才可劲儿的欺负你。你就该学学你二姐我，见到他们就遭到他们哭爹喊娘，看他们下次还敢不敢欺负你。二姐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去摘野菜吧。每次嘴上答应的好好的，每次都做不到。村里的野孩子每次只欺负你，就是看你好欺负，你也得表现出不容易被欺负的样子，你懂不懂？我没有二姐力气大，实在打不过他们。我跟你讲啊，苏宁秋，咱爹不在，小弟还没长大，以后家里全靠我们自己，你得立起来。我真的晓得了，二姐，我会努力向你学习。苏宁秋深吸一口气，眼前又闪过阿娘倒地血流不止的一幕。她暗下决心，下次一定要跟二姐一样，把泥巴往回砸。我们换个地方挖野菜，这没什么了。姐妹俩边走边聊天，当回过神来时，发现走得有点远。行吧，就在这儿挖野菜。姐妹俩正准备放下竹篓，忽然后脑勺一痛，然后2只油亮的栗子在她们脚下滚动。姐妹俩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只以为狗蛋又来欺负她们，光顾着生气。兔崽子！苏有夏真是给气炸了，
回过头来却没有看到狗蛋他们几个人，只有草丛中一阵窸窣乱动。觉得我们姐妹俩好欺负是吧？看我今天不宰了你们3个！苏有夏提着镰刀追上去，钻进草丛里抓狗蛋他们。二姐，等等我！二姐，苏宁秋看不到苏有夏的身影，也只能跟着那会动的草丛追去。你到底是不是狗蛋？苏有夏第一次冒出这个念头，心下有点慌，立刻大声质问。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一片寂静。二姐，二姐！殊不知怒火上头的苏有夏早把身后的尾巴苏宁秋给忘得一干二净。忽然眼前豁然开朗，苏有夏眨眨眼睛，一颗颗苍翠欲滴的栗子树呈现在眼前。二姐，宁秋，我在这里。二姐，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不见你。苏有夏顺着声音看去，发现不远处的高草在摇动。我看到你了，少摇动那些杂草，我这就来找你。好。苏宁秋立刻按照他说的去做，把比人高的野草摇得沙沙作响。苏有夏看得清楚，没一会儿功夫就来到了苏宁秋身边。二姐，好了，二姐以后再也不会丢下你。你再哭下去，咱们天黑也回不了家，该叫阿娘和大姐担心了。二姐一直跑，跑得越来越深，宁秋都要追不上了。阿娘说过，不能进深山，进深山的人都要被大老虎吃掉。我不想二姐被老虎吃掉，也不想没有二姐。二姐没事，以前是阿爹最强，如今阿姐是家里最强悍的标杆，怎么可能出事啊？你就是胆子小，跟二姐过来，二姐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苏有夏拉着抹眼泪的苏宁秋来到那个豁然开朗的地方。回到家里，苏迎春还没回来。二姐、三姐，你们回来啦！回来了，我和你三姐带了好吃的回来，给，张嘴。苏暖冬乖乖地张嘴，苏有夏把一粒枸杞塞进去。甜吧？好甜，好好吃啊！是幼夏和宁秋回来了。屋里传来许娘子的声音。是阿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苏迎春扛着锄头回来，笑问他们：你们也是刚回来，饭没煮吧？大姐，二姐他们带回来了好甜的东西，好好吃啊！这是栗子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你们在哪里捡的？我们不仅捡了许多栗子，还摘了野枸杞，野菜也有很多。咱们家的三姑娘可真是能干。二姐也有份儿。你们俩都很厉害。苏迎春乐了，自从爹走后，三妹最沉默了，今儿难得的活泼开朗，她得可劲的夸夸。要不咱们把好东西拿给阿娘瞅瞅去？好啊，给阿娘和小弟好好看看咱们带回来的好东西。许娘子刚给青宝喂完奶。阿娘，瞧这个，是枸杞。你们运气不错，这东西可以用来煲汤，也可以当做零嘴儿。全给阿娘煲汤补身子。后面苏有夏踢踢竹篓，许娘子大吃一惊。这是栗子，咱们村没有人种栗子，你们在哪儿找到的？阿娘，是一只野猴子引我们上山，把这些栗子送给我们的。苏有夏巴拉巴拉地说起来，一旁的苏宁秋见缝插针，适当补充，很快把事情说明白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上山！难道你们忘了5年前村里的刘大叔上山被老虎咬断腿的事儿？阿娘，我当时一直以为是狗蛋，气不过就忘了。我安排你和宁秋在一起，是存着要你保护她的用心。你三妹她胆子小，容易被人欺负，你就这么丢下她，一个人前去找狗蛋算账，你是觉得自己很勇敢，是不是？苏有夏不敢吱声，脑袋几乎缩进了脖子里。屁都不是，
你这叫冲动，没脑子。你都没看到狗蛋他们人，也没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径直往山上走，万一遇到老虎怎么办？面对阿娘怒气腾腾的质问，苏有夏的脑袋低垂，不敢抬头看人。不会的，我看到老虎会跑得远远的。跑？你以为你这小短腿能跑得过老虎？退一万步说，你跑得过老虎，那你三妹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你三妹怎么样？阿娘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低气压在空气中蔓延，忽然，阿娘知道你是好孩子，这回算了，吸取教训，不能再有下一次。谢谢阿娘，我记住了。可真是玄妙。许娘子感叹，那只野猴子为什么会领你们去捡栗子？阿娘，我还有好东西给你看。这时大家才发现苏迎春还背着一个竹篓。大姐，里头装着什么东西啊？苏迎春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揭开盖子，双手往里一提，哇，好大的小白兔！大姐，给我摸一下。怎么样？小白兔的毛毛好软好滑呀。大姐，能不能把小白兔的毛毛给小弟做衣服？这样到冬天小弟就不会冷。这个主意不错啊，咱家四妹就是聪明。当然可以，小四有这份心啊，小弟准高兴。青宝听得真切，感动不已，蹬一下小短腿，咿咿呀呀的。青宝也喜欢兔毛，对不对？青宝好像能听懂我们的话。不得不说，二姐，你真像啊。哪儿能啊，月子没出，青宝每天只知道吃喝拉撒睡。许娘子含笑道，苍白的脸色也好看许多。不过阿娘，这只大白兔不能宰。为什么不能宰？苏有夏难掩失望。这只兔子这么肥大，肚子都鼓起来，很可能怀着兔宝宝。我摸过它的肚子，里头啊应该有兔宝宝。哇，有兔宝宝啊！怪不得这么肥，原来不是肥肉。先养着吧。小四，你白天到后院那块的空地，多摘一些青草喂它，好让大白兔生出很多小兔兔。阿娘放心，院子里的2只鸡都是我喂的，我也能养活大白兔，以后还能养活很多很多的小兔兔。咱们家的小四长大了，懂得分担家务活了。大姐说过，我守着家里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都要出去挣生活。苏有夏又说起他的打算。阿娘，我打算留一些栗子在家里吃，剩下的栗子拿出去卖。糖炒栗子那么好吃，价格也能卖贵一些。就是什么？是因为糖吗？阿娘，糖炒栗子很好吃，镇上的人肯定会买的。他又有点郁闷。我记得厨房还有一点饴糖，要是能用来炒栗子，可饴糖那么贵，这么用我好心疼啊。没事儿，炒栗子只需要放一点点糖，就能炒得香喷喷的。你大姐跟着你爹学过，会把栗子炒得很好。只要能把栗子卖出去，买饴糖的银子也能赚回来。再说了，你是一锅锅的炒，每一次只需要一点点的饴糖，价格能卖贵一点，都能卖出去的话，便不存在浪费。阿娘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随后他扭扭捏捏地试探道，山上的栗子再多，咱们也不能要。许娘子正色道，山上有老虎，贸然上去，平白丢了性命。栗子再多，哪有性命重要？好吧。苏有夏闷闷地答应，心里仍旧没有彻底死心。那野菜呢？明儿至少得2个人去镇上，只一人摘野菜恐怕不够。苏宁秋笑着说，大姐放心，我和二姐下山时挖了好多野菜呢，这2天不用像之前那样花费好长时间去寻找，那分量够家里吃3天呢。就按你们说的办，不过右夏和宁秋2个人去，我不放心。明儿一早
迎春和幼夏一起去，宁秋和小厮留在家里。也许……许娘子没有说下去，野鸡来家里生蛋的事情有一次已经是天大的幸运，不能再奢望更多。想必天下间没有几户人家有这等好事儿。四姐妹齐声应下，纷纷出去分工做事。许娘子看着角落里的一大麻袋白米，心里琢磨着，倘若明天还在，就把它倒到米缸里吃掉。晚饭，许娘子喝了一碗鸡汤，其他的闺女各一小碗。鸡汤太好喝了。鸡汤再好喝也不能吧唧嘴。要是天天都有鸡汤喝就好了。有小弟在，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。以后鸡汤、猪肉汤都会有。许娘子心中一动，想到一麻袋大白米，院子里的野鸡蛋、栗子、兔子，她的眼神不由自主地落到小木床上呼呼大睡的小不点。第二日天没亮，苏迎春和苏幼夏就起来了。你们进来。苏迎春和苏幼夏面面相觑，一起走进房。阿娘为何起大早？这是我拿你们阿爹的衣服，根据你们的身量修改的。阿娘考虑过了，女孩子家抛头露面不安全，倒不如打扮成小子的模样，也好避免许多危险。阿娘就是阿娘，再没有比阿娘更贴心的人了。你呀，姐妹当中数你嘴皮子最甜。阿娘昨晚是不是熬夜改衣服了？月子期间可不能做这样的事啊。你个小管家婆，母为儿担忧，最正常不过。你们第一次出门做买卖，阿娘不能陪伴在侧，自然要适时替你们考虑周全。苏幼夏听到这里，也知道阿娘熬夜给他们改短衣服。生活虽苦，可终归心里暖暖的。许娘子送他们出门时稍微放心，仍旧细细地叮嘱道：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别跟人硬碰硬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人好好的，什么都有盼头。阿娘，我们记下了，你回去吧。苏迎春和苏幼夏各自背着大竹篓，提着锅等物神摸黑出门。关上院门时，忽然响起数道扑灵灵的翅膀扇动声。大姐，野鸡好像又来咱们家了。嘘，别大声嚷嚷，三妹四妹会捡野鸡蛋的。咱们走吧。苏迎春根据记忆，领着苏幼夏来到了热闹的街道。你们两个小子面生得很，来卖什么东西啊？大娘，我们兄弟俩卖糖炒栗子。哎呦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他大方地说：要不你们在我边上卖，我往这边上挪一挪也够位置。不过呀，我卖臭豆腐，一些不喜欢吃臭豆腐的人可不敢来你们的摊子。谢谢大娘。姐妹俩便在老大娘身边开始摆起摊子。卖臭豆腐嘞，卖臭豆腐啊！你们两个小兄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出来做买卖就要吆喝，不吆喝人家可不会主动过来，错过多少客人，可惜喽。两位小兄弟还是个脸皮薄的呀，听大娘的，别羞答答的跟个姑娘家似的，这样怎么攒得到娶媳妇儿的银钱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脸皮要厚，厚厚实实的，那才能财源广进呢。大姐，要不咱们豁出去得了，咱们干站着真的没有人来买栗子，我还想早早卖完，早点回家去，再捡几大筐栗子回来。你还惦记着山里的栗子呢，就不怕阿娘打你？大姐，现在的重点是吆喝卖糖炒栗子。好吧，为了阿娘和小弟，咱们豁出去。说好了，咱们一起喊。好，卖臭豆腐了，卖臭豆腐，卖栗子喽，卖栗子喽！老大娘喊了一句，苏幼夏跟着喊一句。她喊完之后，瞅住苏迎春：大姐，你干嘛不跟我一起喊啊？苏迎春轻咳一声，一边拿着铁铲炒栗子，一边面上淡淡的说：你先喊，
等你喊累了我再喊。苏幼夏转念一想，觉得大姐说的似乎有道理，于是自己开始喊。还别说，吼两嗓子真的有效果。他们很快迎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一位公子哥领着老仆人，摇着折扇，慢悠悠地走过来。这可是糖炒栗子。对，这是新鲜炒出来的糖炒栗子，酥软可口，客官买一些回去尝尝吧。堆盘栗子炒生黄，客到长谈锁酒长。寒火3根灯半泄，门前高喊灌香糖。香，果真是栗子香。若不是旁边有臭豆腐摊子，这糖炒栗子得香飘10里。小兄弟要是不喊，我还真不知你这儿还卖糖炒栗子。这位公子有眼光。客官，糖炒栗子要趁热吃，香甜软糯，十分可口，要不来点儿？好久没有看到有人卖栗子了，看样子颇为鲜美，不知可否先尝一个？书生提要求的姿态十分的闲适自然，落在苏幼夏耳边却是另一番风味。他怀疑地说：喂，你不会是来蹭白食的吧？先尝一个，万一你尝了不买怎么办？粗鄙之人，粗鄙之人！对，我就是粗鄙之人。不过你这种高尚之人好像想吃我们粗鄙之人的东西。你不知道旱灾许久，根本没有几个人有栗子卖吗？不知道栗子涨价，不知道炒栗子的饴糖贵，不知道一粒栗子下肚能饱一天。抱歉啊，我二弟他还小不懂事，说话比较冲动，希望你不要跟一个孩子置气。你可以尝尝看，这些栗子都是我们昨儿新鲜采摘，刚刚炒熟，绝对好吃。书生把剥开的栗子往嘴里送，果真入口香甜软糯，可口至极。给我来3斤。话刚落，他想到这个贫瘠之地鲜少有卖栗子，下一回还不知道啥时候吃得上。给我来10斤。这，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没有开玩笑，这年头栗子少，难得有卖，多买上一些。我先前以为你故意坑我们，对不住了。我也有不对之处，不了解这里的习俗。你买那么多能吃得完吗？熟了的栗子如果不晒干，很快就会坏掉的。我不止自己吃，还要给家里人带，请几个同窗吃，10斤或许不够呢。你还没问我们卖多少钱呢，不怕我高价卖，毕竟要用糖这种金贵的东西炒。你们的栗子怎么卖啊？书生便问，心里想的是，总不会比京城贵吧？10文钱1斤。荒年粮食贵，糖炒油粒贵，在理，10文1斤可以。韩叔，他们炒好后你往家里送一些，余下的给我送到悦客酒楼，同窗也在等，我先走一步。大姐，那什么大院种说的有道理啊，荒了1年多时间，粮食都涨价了，糖炒油粒涨价也在理，况且咱们用的饴糖足足的，要不咱们就卖10文呗？好吧，就卖10文。卖栗子喽，卖栗子喽！糖炒栗子，又香又甜的糖炒栗子，粒粒饱满，新鲜出炉。小兄弟，糖炒栗子怎么卖啊？客官，咱们用饴糖现炒的栗子，甜糯可口，卖10文1斤。哎呦，太贵了吧？对呀，便宜点吧。哎，太贵了，买不起，买不起。苏迎春忙解释，不贵的。用的是饴糖炒，量足足的，吃栗子的同时还能尝尝糖的甜味儿。还有啊，这年头哪还有多余的栗子卖？这些栗子还是我们兄弟俩冒着生命危险上山碰到，卖了今天的再没有了。小兄弟，安管家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买的糖炒栗子呀？安管家，哦，正是，他家公子觉得好吃，一口气买了整整10斤。10斤啊，漂亮婶婶，要不是我家卖的好吃，他能买那么多吗？给我也来10斤。好嘞。哎，这荒年闹的，好久没有吃过糖炒栗子了。刚才安管家给我尝了一个，真是太好吃了。漂亮婶婶买了10斤后，没剩多少栗子了。各位看官，如果要买，赶紧下单，晚了就没了啊！他们带来的满满2大竹篓栗子很快销售一空，比预定的时间要早上许多。谢谢大娘把旁边的摊位让给我们，这些栗子给大娘拿回家。
权且当个零嘴儿。哎呦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，谢谢你们。说真的，你们兄弟俩，一个叫卖收钱，一个炒栗子兼打包，真能干。苏迎春和苏幼夏被夸得乐呵呵的，他们收拾好东西往卖粮食的铺面走。来到家门前，姐妹俩的笑声戛然而止，因为他们看到在他们家门前有一个非常大耳的男人在狂拍院门。是大伯？不用问，肯定是用来欺负咱们家的人。大伯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大丫呀，你们回来的正好，快给大伯开门，大伯有事要跟你们阿娘商量。大伯，阿娘正在坐月子，谁来都不见，你是男子更不能见，所以在这1个月里，我们家都闭门谢客。没有吧？我昨天还看到石大娘进你家门。石大娘进我家门，一是要来看看我阿娘的身体，毕竟我阿娘是被阿奶推倒，导致早产1个月，幸好我阿娘和小弟福大命大活过来，可终究是亏了身子。大丫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你不就是伸手向大伯讨要东西吗？你也不想想，你阿爹从军到死，再没有孝敬你阿姨阿奶，你怎么好意思讨要东西啊？跟他废话什么？看他两手空空，笑得跟黄鼠狼似的，就知道情理都没到。听听他的话，又想从咱们家扒拉东西，保不准心里憋着什么坏招呢。苏有夏冷哼，眼睛瞪得鼓鼓的。他每次看到这个非常大耳的大伯，除了恶心就是愤恨。二丫，我娘，也就是你们的阿奶，是在你们家门前被雷劈伤，光请郎中治病就花了2两银子。郎中说了，要完全治好得花上5两银子，这笔钱怎么着也得你们家出。凭什么？你果然是来打秋风的，从来不安好心。阿奶那天要不是来我家毫无缘由的破口大骂，至于被雷劈吗？哼，铁定是阿奶和你们老苏家的人蛇鼠一窝，做了天理不容的坏事，导致老天爷都看不过去，不得不亲自教训。你们差点害死我娘跟小弟，居然还敢厚颜无耻的来我家要钱。依我看，你们要想治好病，就要先把爱搓磨人、贪财懒惰的臭毛病先给治了。做人对得起天地良心，阿奶自然不会遭雷劈。毕竟养出大伯二伯那熊样的，可不得遭雷劈吗？我还嫌这雷劈的太晚了呢。你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听听苏二丫大逆不道的话。这种姑娘，日后谁家敢娶来当媳妇儿？跑你个苏二丫！你爹就算不早死，也得活活被你这不孝女给气死。你爹生前从不亏待你阿奶，现在你是要你爹死不瞑目啊！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对待你大伯、你阿奶，得从棺材板里跳出来。够了！既然二妹跟苏志新扯破脸，苏志新敢坏他二妹的名声，苏迎春也不在乎那点脸面。你还有脸说我阿爹？我阿爹有眼无珠，养出你们一大家子白眼狼。阿奶为了抢走我阿爹拿命换来的抚恤金，把我阿娘害得差点一尸两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雷只劈阿奶不劈我，不劈各位叔叔婶婶？如今阿奶遭雷劈，这是上天发怒遭到报应，自有天道，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？我二妹这么说，还不是被你给气坏了？气头上的话怎能当真？倒是你做长辈的，故意败坏侄女的名声，这是身为长辈该做的吗？我们一家子住着破旧的房子，吃着最差的粮食，每顿饭稀得跟清水似的，更别说缺油少盐。想我阿爹生前省吃俭用，我们一大家子整天吃不饱穿不暖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即使如此艰难，也养着你们老苏家一大家子，还把你养成一坨肥肉。一番话道出爹娘的艰辛，老苏家靠吸食他们一家的血肉，每天吃香喝辣。我阿爹替你从军，替你丢掉性命，替你养阿爷阿奶，还养大伯二伯2大家子，你竟嫌压榨我们不够多？我阿爹死了，我阿娘正在坐月子的艰难关头，你还来我家讨要钱财？你但凡是顾念亲情，也不会在这节骨眼上张这个嘴。大丫！苏志兴平地一声怒吼：你瞧瞧你，一个姑娘家，嘴巴说话不饶人，歪曲事实，不敬长辈，污蔑大伯。大伯，我有没有污蔑，有没有歪曲事实，明眼人都看着呢。我阿爹在天有灵也会看着，还有降下雷罚的老天爷。扪心自问，我们虽然是孤儿寡母，可也很想替死去的阿爹尽孝，奈何……苏迎春说到伤心处，眼含泪花。
奈何阿娘早产伤及身体根本，小弟刚出生的时候几乎哭不出来，家里的粮食都没有几天可吃，可怜我们这些没有阿爹的孩子。苏迎春真情实感的流露，惹来村民们一致同情。可怜他们一家大小6口子，只得一个寡妇正生活。老苏家在这关头仍来要东要西，真说不过去，欺负人家没男人呢。六婆说的在理，许娘子家只得一个男娃娃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活头，老苏家还像之前那般薅羊毛。苏大丫，你再敢多说一句！苏志兴扬手要打，敢动我大家试试看！苏幼夏凶狠地瞪他，他觉得苏迎春看起来和和气气、矜持娇弱得很，因此他瞅准机会，一把拽住苏迎春的肩膀，将他整个人拖拽着走。苏幼夏勃然大怒，哪肯任由他欺负大姐？哎呦，痛！叫你不长记性，叫你不长记性！别打了！别打！我呸！你刚不是很能耐的吗？竟敢欺负我大姐！我让你欺负！哎呀，真别打了，流血了！哼，大伯皮实，一身肥膘最精打，我都觉得这锅铲都打不到皮肉，哪里就疼了？是真的，你看我的鼻血！围观的村民看得眼皮跳，暗暗在心想：许娘子生的二丫头真苦啊！幼夏，住手！三弟妹，你可要好好管教你家丫头。老三虽然死得早，不能亲自教导，但也不能任由二丫养成这般跋扈性子。我家闺女个个聪明能干，都是好样的。你一人还有3分脾气，若不是被逼到没办法，我家幼夏何至于动手？倘若在别人眼中是跋扈性子，那一定是那人是非不分。我绝对赞成自己闺女在面对危险时第一时间保护自己。你做人阿娘说话如此任性，怎么的？老三死得早，你们娘几个一个个不孝敬我老苏家，是要造反不成？再怎么样，他们都是苏家的孙子辈，就得孝敬老人，继承老三遗志，供养长辈。放你的狗屁！我家都要养不活自己人，你仍旧惦记着我们像以前一样给你们做牛做马，畜生都没你会算计。简直欺人太甚，没半点教养。我看日后哪户好人家愿意娶你回去？有什么样的娘，就有什么样的闺女。苏二丫这般跋扈，全是你这个当娘的不好，自己不好便罢了，对闺女的行为不端，如此发人自流，属实没有妇德。我就问你一句，我家老三人没了，你们家只是断了老三的孝敬，但公公婆婆还有大伯二伯供养。然而老三留下的妻子和孩儿们呢？我们如何是好？没有老三出去挣生活，谁来养活我们孤儿寡母？苏志兴神色一寒，闪过一丝阴鸷。老三死得早，你们要代替他履行供养公婆的责任，而不是用老三的死做幌子，撇得一干二净。我何尝说过要撇得一干二净？我们一家人都快饿死了，如何供养公婆？孝敬供养的前提得是自己先活命。公婆家有2个健壮的儿子在，却指望分家出去的遗孀和孙女辈鼎力赡养，你这道理说破天也毫无情理可言。你们既然到今日仍妄想着从我们这儿得到从前一样的供养，可前些日子给老三建衣冠冢，你们老苏家的人为何一个铜板没出，人影都见不着，全由我们孤儿寡母和族人们帮着料理？你们如此令人寒心，可哪怕这般，你们仍不改过去的做法，一个劲儿地从我们身上扒拉东西，比那吸血的水蛭更甚。老三若当真死不瞑目，也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兄弟，有你们这样的血亲。我只恨他为你们死得如此不值。狗娘养的玩意儿，一家大小通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别以为仗着有个小儿子便能保全全家，能不能养活还不一定。苏志兴，过去我看在老三的面子上多有担待，不曾与你冲突，
经过最近的事儿，我幡然醒悟，因为老三的愚孝，导致我们一大家子吃不好穿不暖，一个个勒紧裤腰带生活。我们牺牲自己的好日子，结果养出一群白眼狼。你一个手脚利索的大男人，整天什么活都不干，光养一身没用的飞镖。你不顾念老三过去的照顾，我不与你计较。可大家伙听听，我丈夫的亲兄长，此刻却在诅咒他三弟的遗父子，多可怕呀！许娘子的目光再度落到苏芷欣的身上，伤心悲愤。做人啊，得有良心。倘若你的良心恰巧被狗给吃了，老三过去孝敬给老苏家那边的东西全当喂狗了。其中一位跟许娘子年龄相仿的妇人道：许娘子说的没错，我站许娘子这边。苏老大，你们老苏家如何对待老三家，我们都是同村人，即便不曾当面说过，但大家都看在眼里呢。衙役给许娘子送抚恤金那天，苏老婆子害许娘子早产，要不是刚好石大娘在，也许就一尸两命呢。给苏老三借衣冠冢时，老苏家这边没有一个人搭把手，连过问都不曾。我家男人都过去帮忙，你们是真寒了许娘子一家的心呢。可不是嘛，苏老三也真是的，生前只顾着供养老苏家那边，不顾念自家妻子和孩子吃饱穿暖。瞧瞧四姐妹，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老苏家那边一个个肥肠大耳。你到底走不走？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苏芷欣脑袋一缩，肥膘一颤，只想没有人站在他这边，讨不得半分好，只会落得惹人嫌的下场。他愤恨的一拂袖，灰溜溜的跑掉。他气喘吁吁的跑出老远，眼见快要跨过门槛走出家门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庞然大物的肥胖躯体轰然倒地。哎呦，大哥，你干嘛呀？自家门槛都能绊头，眼睛长脑门上了吧？苏老二在一旁看得嗤笑不已，完全没有帮扶一把的举动。看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还不快过来扶我起来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，有没有摔疼啊？老二，他是你大哥，你还不快去扶你大哥起来？是，娘。娘，我的门牙掉了一颗，我的牙呀！痛哭的声音漏风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老苏家那边矫情着，许娘子这边倒是颇为温馨。大姐二姐，今日卖栗子可顺利？顺利，阿娘，我们的糖炒栗子卖得可好了。苏幼夏兴冲冲的回答，正要发表长篇大论，又听许娘子说：那便好，先张罗晚饭。大姐二姐不在，有没有想我们呀？想，可想了。我和阿娘中午吃了蒸熟的栗子，可好吃了。饭刚做好，大姐和二姐回来的正好，咱们开饭吧。三妹能干，都能煮一大家子饭了。早上又捡到野鸡蛋，阿娘说每个人都要吃一个。等等再开饭，我们今晚加菜，煲猪肉骨头汤。幼夏，把猪肉骨头拿进来。厨房里煲着猪肉骨头汤，房内许娘子给孩子喂饱奶水，正歇着。阿娘，我们能进来吗？青宝吃饱喝足，正躺床上瞪着年代悠久的房梁，就很憋屈。都进来吧。哎呦呦，我们的青宝宝醒着呢。小可爱，你大姐二姐今儿卖栗子，赚到银钱给你买了一块新棉布，高兴不高兴？开心不开心啊？青宝眨眨小眼睛，他个人觉得无所谓啦，穿得再漂亮也只是个婴儿，既不能照着镜子臭美，又不能出去秀秀。哎呦，乖青宝，小小的一团，笑成一朵小花，长大还得了。苏幼夏忙着逗弄青宝的这会儿功夫，苏迎春已经跟许娘子交代今儿卖栗子的情况，又交代购买的物资，最后把剩下的铜板交给许娘子。我坐月子这1个月，由你来当家，期间收入的银钱同样由你来保管。今早小厮在院子里捡了18个野鸡蛋，像昨天一样，又有1只鸡留下来不肯走。倘若以后天天如此，就没必要攒着鸡蛋，
没准儿咱们能把鸡蛋带到镇上卖。如果真的是持续下去，倒是一个不错的迹象。那有没有抓一只野鸡宰了炖汤？阿娘说这些鸡给咱们带来好处，咱们要懂得感恩，以后再也不能吃这些鸡。可是阿娘，宁秋觉得那些鸡是小弟带来的，野鸡来咱们院子下蛋，最后总有一只野鸡不肯走，就是专门留给小弟补充营养的。宋宁秋的话一言惊醒梦中人，大家纷纷意识到，这是自从小弟出生后产生的异象，可不就是给小弟吃的。一时间大家都陷入诡异的沉默，眼神纷纷看向静静当吃瓜群众的青宝。青宝心想，都看着本娃娃干啥？我也不知道的呀。也许，阿娘，我认为三妹说的颇有道理。自从小弟出生，院子才突然来了一大群野鸡来生蛋，咱们家的运气好像突然变好了。同一天，二妹和三妹不仅捡到许多栗子，我也抓回一只大白兔。阿娘有没有想过，若是真的，那咱们家的小弟就是一个福星，福星高照啊！我不过让你们不要吃那些野鸡，你们就想这般多。这2日运气好，不代表日后的每一天运气都好。难道家里运气不好，你们会怪到青宝头上来？不是的，阿娘，我们没想这些。我们都很疼小弟，不会怪小弟。小弟是我们家的心头宝。野鸡来家里下蛋，青宝有福运，这些话咱们在家里说说没什么，千万不要在外头提及。不管青宝是否有非同寻常的福运，一切随缘。我知道你们喜欢吃鸡，阿娘也喜欢。不管野鸡是否是老天爷专门留给青宝，你们只要想想看，我们吃一只野鸡，鸡蛋也会随之减少，是不是不划算？不划算。苏宁秋老实在在的点头，眼神瞟了一眼苏幼夏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更重要的是，在这种艰难时刻，野鸡让我们有鸡蛋吃，我们要知足，不能忘恩负义。不要看它是畜生，不会说人话，就随意杀害，只为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。苏青暗自佩服自家娘亲，鸡肉多好吃呀，特别是农村的土鸡，想想都快要流口水。阿娘，以后我每天给野鸡抓好多好多的虫子吃，它们有虫子吃，会天天来咱们家下蛋，以后咱们会天天有野鸡蛋吃。是我目光短浅了。你没有错，不只是你，阿娘也嘴馋，只不过你们还小，不了解不劳而获的东西，不能觉得理所应当，更不能贪婪，这是阿娘教给你们的生活道理。这2日不仅你们运气好，阿娘的运气也不错。许娘子眼神看向角落的麻袋，那儿有1袋大米，加上今儿买的陈米和粗粮，最近咱们家都不缺粮食。好漂亮的白米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品质如此优良的白米。许娘子暗道，岂止你没见过，阿娘也没见过。阿娘，咱们能自己吃吗？不拿去卖掉？不卖。许娘子干脆回答，如此品质的大白米拿出去卖，恐会招来麻烦，你们也不许说出去。阿娘，这么大一麻袋的白米是怎么来的？运气。啊？姐妹4人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。好啦，都别问，开饭吧。晚饭，猪肉骨头汤煲得香喷喷的。日子清贫至此，苏正阳，你怎就舍得丢下我们母女几个离去？这一日，苏幼夏照例领着苏宁秋一起来到山脚下挖野菜。二姐，咱们找半天就几根杂毛野菜。以前不也一样？也是啊，以前也一样。咱们每寻摸半天，也没能挖到足够多的野菜。之前跟金毛猴说过，会再次上山捡栗子，也不知道那只漂亮的金毛猴会不会等咱们。哎呀！苏幼夏捂着额头痛呼出声。
臭狗蛋！苏有夏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咦？他定睛瞧了瞧，他抬头一看，赫然是那只又漂亮的招财猴。是你啊，金毛猴！谢谢你了，那些栗子挺赚钱的。金毛猴吱吱吱地上前几步，小毛手胡乱地挥舞。二姐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难道是像上次一样领我们去捡栗子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跟去吗？阿娘说过不许咱们上山。可要是不去捡栗子，好可惜啊！树上的栗子长得密密麻麻的，也没有人去摘。上次咱们拿到镇上卖糖炒栗子，卖了1200文钱呢。没有人去摘，栗子掉地上会自己烂掉，确实很浪费。浪费可耻。阿娘也教过我们要做勤俭节约的好姑娘。放着好多能充饥的栗子不捡回家，天理不容。阿娘说山上有老虎。好想捡栗子呀，可是不能去。我也好想去啊。10文钱一斤呢，村里的成年男子出去干活，一天累死累活的也就赚个20-30文钱。苏有夏的一颗心早就飞去山上捡栗子。二姐，阿娘说……宁秋，我问你，咱们家是不是穷到揭不开锅了？是。咱们的小弟和阿娘是不是要吃好东西？是。咱们家穷，要给阿娘和小弟吃好东西就要赚钱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卖栗子是不是咱们目前唯一能赚钱的路子？苏宁秋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想了想，心不甘情不愿地低声应道：是。为了给阿娘和小弟吃好东西，我们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，你说呢？是。为了阿娘和小弟，我们要努力赚钱。这就对了，走，咱们跟着金毛猴去看看去。苏有夏嘴角弯起来，说服了自己，又说服了三妹，整个人心情飞扬。他飞快地朝金毛猴跑过去。二姐！苏宁秋惊了，连忙背起背篓追了上去。二姐，这样行不通。苏宁秋抬手擦擦汗，小脸憋得通红。只能再跑一趟了。可是一旦回到家，阿娘还会允许我们上山吗？苏有夏定定地瞅着苏宁秋，苏宁秋被他的眼神看得不自在。你说的对，就是因为知道阿娘不允许我们上山，我这才拼命的想要把全部都收起来。也许阿娘看到这么多收成，改变主意呢。我觉着这儿也没什么危险。苏有夏摇头。凡事可一可二不可三，这是阿娘的底线。倘若我们坚决再上来一趟，我真怕会被阿娘打断腿。苏宁秋心想，二姐，你才想到这茬儿。哪怕没有第二趟，第一趟足以打断腿，难道二姐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？回家还想不到如何解释这一趟，第二趟我想都不敢想。二姐，你已经在想了。苏宁秋心里默默回答。难道我们白忙了吗？吱吱吱，身后一道道杂乱无章的吱吱声适时打断他们的杞人忧天。等等，他们看见什么？野猴子们来到他们装栗子的箩筐周边，随即异口同声地发出吃。随着异口同声的一道尖叫，他们眼中重如泰山的4大箩筐栗子竟往前移动。这些野猴子不得了了，所谓送佛送到西也不过如此。二姐，你的意思是他们要帮我们把东西搬下山？看他们的行为便是如此。乖，我们快点跟上去，他们不认识咱们家门，万一把咱们甩在身后，东西不得便宜别人。最要紧的，不要被老苏家那几个贪心鬼看到，否则绝对一点不剩的薅回家。二姐，咱们带这么多东西回去，该如何跟阿娘说起？我不是怕阿娘打我棍子，我是担心阿娘身体没恢复，变动气伤身。我刚刚想好了，咱们一回家，首先跪在阿娘面前，指天发誓绝对不会再上山。如此一来，阿娘便没有发挥的余地。她看到满院子都是栗子和枸杞，对了，还有猴子们，也许一高兴便顾不得跟咱们生气了。可得跟紧喽，那些栗子能卖好多钱呢。到山脚时，太阳公公恰好挂在对面山头。
如此正好，没什么人瞧见。苏幼夏说着，抬手拍门：“小四，你二姐三姐回家了，快来开门。”一旁的苏年秋看着身后的一群野猴子们，情不自禁地咽口水，不知道家里人看到这幅场景会作何感想。这么晚回来啊？我正要出门去寻，你们便回来了。大姐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有我在怕什么？你看小宁秋不也安然无恙吗？我知道你力气比男人大，可并不是天下无敌。天要黑了，你们还不回家，阿娘会担心的。苏迎春的视线无意中落到他们的身后。那是猴子们。大姐知道，他们好像跟别的猴子不太一样，在偷东西，还那么多。苏迎春瞪大眼睛瞧猴子们，眼里写满了疑惑。这只猴子好生漂亮呢。可不是嘛，我第一次也被惊艳到。哇，好可爱，好漂亮的。院子里头传来苏暖冬惊喜的叫声，被金毛猴漂亮了一脸。是二姐抓回来给我当宠物的吗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娘，他们便是前天领我们和三妹捡栗子的猴子们。你们今儿又上山？一不小心便上山了。我是不是叮嘱过你不许上山？是阿娘，你别气着自己，是我的错，真的是不小心。宁秋，你来说。今日猴子又来找我们，我们觉得山上的栗子没人摘，好可惜，想着栗子能卖好价钱，便跟着金毛猴上山。是你二姐非得上山吧？宁秋，你是家里最老实的，竟也学会撒谎了。苏宁秋紧抿着小嘴，一时不敢回话。苏幼夏大声说：“是我非得要上山，三妹拦我，没拦住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阿娘要怪就怪我吧。”阿娘，你怎么哭了？阿娘，要不是你们爹早逝，何至于让你们这些小孩冒险上山？是阿娘没用，要是能保住你们阿爹的抚恤金，最近2-3年里总不至于捉襟见肘。眼下抚恤金被你们阿奶抢走，以往你们阿爹拼死拼活赚来的银钱几乎都拿去供养老宅那边的人，家里竟没剩几个铜板。阿娘有什么资格怪你们上山？怪阿娘没能给你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，竟要你们小小年纪便要起早摸黑挣生活。阿娘，不怪你，都是我的错。苏宁秋第一个跟着哭起来，眼泪哗啦啦的流。苏幼夏负罪感拉满，一下子跪倒在地，眼眶湿润。阿娘，你打我吧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不该不听你的话，害得你担心，我该打。苏幼夏一点都不含糊，抬手就给自己一个耳刮子。响亮的耳光像打在每一个人的心上，心中都有一种凄凄然的凄凉感。傻孩子，不许打自己，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阿娘，不是你的错，你别怪自己，你不要伤心难过，你打我吧，怎么打都行，就是不要阿娘哭，这明明是我的错，怎么变成责怪阿娘呢？傻孩子，如果你阿爹在，上山哪儿用得着你？阿娘不怪你，阿娘怎么能怪你呢？知女莫若母，阿娘再明白不过，你都是为了这个家呀。你想着给家里赚银钱，想着家里每一个人都能吃饱穿暖，你是好心好意，阿娘不该怪你。阿娘只是担心你会出事儿，阿娘已经失去你爹，不能再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人。旁人都说闺女是赔钱货，可你们一个个都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宁愿吃糠咽菜，也不愿意你们去冒险。阿娘，阿娘，你放心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你说不上山便不上山，你喊我朝东，我绝对不朝西。
阿娘，宁秋也是，宁秋以后一定会听话。我娘不哭，不哭。小青宝有点发懵。都是贫穷惹的祸。阿娘，他们俩知道错了，你要罚他们也够了。那边猴子们好像还在等着呢。既然知道错，都起来吧，下不为例。谢谢阿娘。苏有夏喜极而泣，抬袖胡乱地擦拭眼泪。阿娘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阿娘，宁秋保证日后会紧盯着二姐，死活不让她上山。说吧，这些猴子是怎么回事？还有，身边这只金毛猴为何一直围着咱们打转？许是看出猴子们没有恶意，这时的许娘子能心平气和地问出猴子的事。阿娘，这些猴子可不得了，非常的有灵性，并且通人性。特别是你脚下这只金毛猴，是这群猴子们的领头。金毛猴领我们上山，指挥他的小喽啰们帮着摇栗子、捡栗子，甚至搬栗子下山。苏有夏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细枝末节说出来，苏宁秋在一旁习惯性补充。就在这时，金毛猴仿佛要告诉他们答案。金毛猴喜欢青宝。不。许娘子和四姐妹都默然无语，就很玄幻。这场景怎么像是小青宝跟金毛猴对话？阿娘，依我看，猴子没有恶意。正是因为猴子们没有恶意，我才敢上山的。阿娘，猴子们真的很友好。在山上时，美丽可爱的金毛猴还跟我们握手呢，二姐还摸过他的脑袋。就这样，他也没有伤害我们。比起大前年阿爹带我们去看耍杂技的猴子都要乖巧呢。金毛猴，你想留在我儿身边？许娘子再问。金毛猴肉眼可见的蹬直身子，一连叠的点头。苏迎春突然惊呼，其余众人看过去，苏宁秋急问：大姐怎么了？我突然想到，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精怪啊？不会的，金毛猴好可爱，好好看，好乖乖。便是精怪，也是好的精怪，就看他对咱们的态度和做法，显而易见，他不是吃人的妖怪，你们无需惊慌。你若是想留下了，便留几天看看，大家若能相处得来，适应良好，倒欢迎长期来住。好了，你们把辛辛苦苦带回家的栗子都搬进厨房，免得搁在外面被老鼠瞎糟蹋。阿娘，栗子好说，很多没脱掉刺壳，老鼠不敢靠近。老鼠要是敢糟蹋，那便是自寻死路。其实我和三妹这一趟最值钱的东西不是栗子，而是2竹篓枸杞。阿娘大姐，你们绝对没有想到山上会有品相那般好的野生枸杞。老天爷，这么多都是枸杞！阿娘，你看这些枸杞品相极好，比咱们家以前买的品质不知要好上多少倍。许娘子的手捻起一粒，放到嘴里嚼动一小会儿，枸杞的清甜盈满口腔，不由得赞同的点头。果真是极好，确实能卖个好价钱。太好了，没有白忙活。你傻呀，我早知道能赚钱，不然你以为我们这么辛苦干什么？阿娘，我们捡了满满2竹篓，背下山时差点没把我和三妹的肩膀给压垮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山上还有很多地上没捡完的，树上挂着没落的，那火红的一大片，绝对能收好几竹篓的。苏有夏说完，忽然不自在的轻咳一声。阿娘放心，我不会上山的，任凭那儿金山银山，我也不会去了。回过神的苏有夏连忙表忠心。都饿了吧？先吃饭吧。咦，有鱼呢，还是2条。好喝。许娘子含笑道。好喝就多喝点儿，鱼是你大姐捞回来的，也是她运气好。我这从田里回来，在家门前的小河边洗锄头，突然从水里冒出一个鱼头，我想也不想，拿起旁边的簸箕一捞，就捞起4条。今晚用了2条鱼，加枸杞红枣鸡蛋煮鱼汤，让你们吃个够喝个够。另外啊，还有2条在厨房的水缸里养着呢。大姐，那河里肯定还有别的鱼，赶明儿我和你一起去捉鱼。
明儿不去先卖糖炒栗子吗？今日大家都累了，便先不忙活。只要栗子的4颗不剥掉，就还新鲜着。往常河里的鱼都被村里的混小子捞光捞净了，哪轮到我们呀？河里干旱那么长时间，难得有鱼。在狗蛋他们还没发现河里有鱼前，咱们要赶紧先下手为强。可不是吗？即便是年景好的时候，河里拇指大小的鱼都会被他们薅光，咱们只有羡慕的份儿。你们俩赶紧吃，鱼待会儿要凉了，一凉腥味重。好嘞，阿娘。4姐妹飞快地扒饭，大家嘴角都带着充满希望的笑意，一扫前段日子的死寂。阿娘，金毛猴跳到小弟床上。眼尖的苏暖冬是第一个发现，立刻指着蹲坐在旁边的金毛猴向阿娘告状：娘亲，你终于看到我了。如果金毛猴有恶意，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血淋淋的宝宝啊！你这孩子怎么一天到晚吐口水泡泡？阿娘，小弟不怎么哭，已经很乖了。3个妹妹像小弟这么小的时候，总是哭唧唧的，让人发愁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儿。阿娘，小弟若真是不凡，福气满满，那会不会是仙女下凡啊？苏迎春眼睛闪闪发亮。大姐你傻呀，仙女能下凡成男娃子吗？若真是仙家下凡，那也得是金童转世，金童才是男儿身。许娘子想到五闺女出生后家里的奇妙变化，心里不由得产生跟苏迎春差不多的想法。这闺女难不成真的是仙女下凡？说起来，自打小青宝出生，家里这几日没缺过吃食，也能赚到一点银钱，跟过去有一顿没一顿已经好上些许。每天都有肉肉吃，鸡肉、猪肉、鱼肉，对了，还有野鸡蛋。是吧，我就说是小弟给咱们家带来的好运气，说不准小青宝前世做了好多好事，这辈子享福来喽，连带着咱们也沾光。小青宝蹬蹬小腿表示赞同。唉，要是咱们家每天都有这样的好运气，日子便不用愁，不用每天活得苦哈哈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对呀，如果是这样，咱们便不用担心吃了这顿没下顿，日子快活多了。每天吃肉肉，好好啊！苏迎春既忧且喜。如此这般，咱们大家再也不用挨饿了。许娘子也有点异动，目光落到小青宝的身上。小青宝心想：就压力山大，天道爷爷的安排咱也不知道啊，我还只是个小宝宝。不过吧，只要那道苍劲的声音没有诓骗他，那他这一辈子应该是一路亨通，断不会出现挨饿受冻的凄惨境况。你们都是小青宝的亲人，有小青宝一口吃，就不会缺亲人们一口，就这样子。小青宝用婴儿独特的语言说着。小弟真可爱，这小嘴扑扑的，长大了铁定是能说会道。小弟的眼睫毛长长的，黑黑的，像一把小刷子。哎，你们看，还落下一道暗影呢。青宝的皮肤白白嫩嫩，跟剥壳的鸡蛋一样，睁眼看咱们时，眼睛清澈透亮，比我见过的婴儿都要好看呢。青宝好漂亮啊！苏暖冬由衷附和。许娘子含笑看着4个女儿对最小的闺女一顿猛夸，心中欣慰。家和万事兴，这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，何愁日子过不好？你们疼青宝是好事儿，可不能把她捧得太高。这才丁点儿的人儿，哪里就承担得起如此多的赞美之词？福运一说，得往长远看，短短几日的好运气，也许只有几日而已。不会的，阿娘，我觉着小弟就是福气亨通，会一直有好运气。许娘子摇头失笑，不与小孩争对错。你们小弟甭管能否为家里带来福运亨通，你们也要好好的爱护他。青宝一出生便没有阿爹疼，比你们更苦。须知人心险恶，
万一招来不好的人，贪图青宝的福运，要把他抢走，该如何是好？记住一句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些天咱们都低调点儿，免得招人嫉妒。阿娘，我们知道了。第二日吃过早饭后，四姐妹手牵手一起来到河边。姐姐们，我也下河行不行？不可以，你还是个矮冬瓜，河水比你高。等你长高一点再来河里玩。小四乖，你长得没有河水高，你下河会被水淹没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等过2年啊，你长高了，便能够下河。姐姐们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对啊，我也是前2年才被允许下河。小四不要着急，你过2年也能像我一样下河捉鱼。那好吧。小四真乖，说不定你能在河岸边挖到泥鳅呢。大姐，你昨儿在哪个位置捞到鱼啊？就在你身后的位置。啊？没有啊。你退后一点，我来。如何？大姐，好像有什么搓我的屁股。我看看。是真的，又搓我。苏幼夏二话不说，将苏宁秋往身后一拉，自个拿着簸箕往他刚才屁股的位置一捞。苏幼夏傻眼了，只见簸箕里有一条又大又肥的大黑鱼挣扎跳动，粗略估计得有个4、5斤。难道刚刚是这条大黑鱼，它在嘬咱们小宁秋可爱的屁屁？要是这样，那就多嘬几下，反正小宁秋的屁屁结实耐嘬。二姐，不带这样的，刚刚不知道被什么搓的时候真的很吓人，我还以为是水蛇呢，吓死我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小宁秋啊，你就是太认真了。人呐，得会开玩笑，活着才有趣儿。别听他的，你二姐最会瞎说了。你小溪是对的，河里也有害人的东西，蛇最可怕了。大姐最好了。行吧，你大姐最好，二姐不好。哼，不是，二姐也很好啦。哎呀，咋的了？好像有好多张嘴在嘬我的腿，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个人。说不准也是鱼，捞捞看。小四，快把木桶丢进河里。大姐，木桶的鱼可能要装不下了，得赶快回家多拿2个木桶来。宁秋，你先回家拿木桶，多拿几个，3、4个最好。好的，大姐。等一下，路上跟谁也别说。大姐，我是看木桶呢，还是挖泥鳅？咱们小四真棒，居然发现那么多泥鳅。木桶不用看，反正咱们家在村尾，这会儿大家都去田里，没多少人走动。等会儿大姐在桶上放一些青草，里头的鱼一时半会儿跳不出来，你就守着泥鳅坑，待你3姐带来空木桶，大姐匀你1个，你把泥鳅都抓到木桶里，好不好？屋内许娘子奶完孩子，正给栗子脱刺壳，突然见到苏宁秋牛犊子一样冲进了院子，她便问：宁秋，进屋里来，后头有狗追，跑这么快。阿娘，河里有好多鱼，大姐让我回来把家里的木桶都带到河边去。很多是多少？家里的木头都能装满？能的，大姐说的。好，你去拿木桶吧，要是碰到村里其他人，什么都不用说。大姐也这么说。那阿娘，我去了啊，大姐他们该等急了。去吧，小心点走。木桶来喽！快给我1个。小四，不着急，慢慢抓，有什么事喊姐姐们。我知道了，大姐。小四，你浑身上下怎么脏兮兮的，脸蛋、脑门、通身的衣服都沾满了泥巴，这身衣服你还要不要了？这也太脏了，家里的衣服本就不多，你再不爱惜点儿，便没有衣服穿。小四第一次挖泥鳅，小孩子家的脏一点在所难免。村里哪家的孩子不整天冻得脏兮兮的？就牛叔家的小儿子，整天鼻涕虫，一身衣服都是鼻涕，就这样他还3、5天不换衣服呢。一身衣服都是鼻涕，就这样他还3、5天不换衣服呢。咱家小四好多了。大姐最好了，我最喜欢大姐。小四啊小四，咱们4姐妹当中数你最狗腿，小小的人最会抱大腿。幼夏，他二姐你几岁了，跟4岁小孩计较什么？小四挖了多少泥鳅啊？
满满的一桶哦。小厮真厉害，第一次就能挖到泥鳅呢。哎，都先别忙着高兴，中午有人从田里回家吃饭，会经过咱们家门口，咱们得先把鱼和泥鳅搬回家，免得村里人看见眼红。四丫，你傻傻的站这儿干啥子呢？婶子好。四丫呀，这些鱼从哪儿来的呀？河里捉的。就在这河里？苏暖冬不情不愿地点头，要不是阿娘说要有礼貌，他根本不会回答。哎，四丫呀，你看你有1整桶的鱼，给婶子几条呗。你大志哥好久没吃过鱼，多可怜呐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你来旺哥身体虚，你给婶子带几条回去，让你来旺哥补补身体吧。啊！苏暖冬拧着小眉头，纠结得很。他家的鱼不止1桶，有好几桶，他要不要分给他几条？那婶子就捉几条喽。婶子够的了。卢婶子根本没看在眼里，很自然地拨开苏暖冬的手，继续抓第5条。二姐！哎呦，掉了！被苏幼夏拽起手臂，卢婶子的手拿不住围裙，兜里的鱼一下子掉到地上。卢婶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咱们2家的关系并不友好，你但凡要点脸面，就别来我们这儿打秋风。哎呦喂，瞧你说的，咱们同一个村子，你家得了那么多鱼，分我2条怎么了？不能什么好处都你们一家得吧？这河是村里共有的，我拿也拿得心安理得。再说你们一家除了最小的男丁全是女的，哪有资格吃鱼呀？还不如给我家大志补身子呢。卢婶子，你说这话良心不会痛吗？要是河里的东西共有，那往年卢二叔和鼻涕志在河里打捞的鱼虾，怎么不见你分给村里其他人？我家全是女的又怎么样？没有碍着你，你也管不着。别用你那套自私的歪理恶心我们姐妹。冲着你这句话，你兜兜里那2条鱼都给我留下。可不能！卢婶子把围裙捂得死死的，也不觊觎木桶里的大肥鱼，生怕苏幼夏来强的，转身就跑，好像身后被狗追，跑的那叫一个快。呸！苏幼夏对卢婶子的背影啐一口，双手叉腰，气得不轻。二姐，对不起，我守不住鱼，被别人拿走2条。没事，二姐不是生气的拿走2条鱼，毕竟咱们家多的是，不缺这2条。二姐生气的是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般人？小厮，你记住，以后见到他掉头就跑，不然啊，二姐真的担心他会把你拐去卖。卢婶子缺德的很，她生的3个闺女卖了2个小的，只剩一个盼弟姐，使劲的粗磨干活。二姐，我记住了，我以后见到他一定跑。乖，咱小厮这么可爱，万不能被卖掉。起来吧，不用捂着了，人都走了，咱们一起回家。苏幼夏，你是不是又欺负小厮了？大姐怎么能这样想我呀？身为二姐，我疼的都来不及呢。二姐没有欺负我，是我没有守好鱼，让卢婶子拿走2条。可是卢婶子很有可能拐卖我，所以我一想到她抢走2条鱼就不高兴。卢婶子，她这个人确实不咋地，重男轻女，不把姑娘当人。他们家盼弟都被饿晕过好几回了，还一天天的被家里人拿棍子打，天天干活。盼弟姐好可怜啊！好啦，别人家的事咱们管不着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别为这种小事不高兴。咱们家得了这么多鱼是一件好事，得想办法怎么处理，得留一些给阿娘补身子，这样小弟也能养好。行，都洗洗手，进屋里头歇会儿。迎秋。听到苏迎春喊，苏宁秋从厨房里跑出来。先别忙活了，进屋里头歇会儿。好嘞。苏幼夏张张嘴，没有机会抗议。她什么时候没姐姐范儿？她底下2个妹妹，她一向很有姐姐的担当。屋内，小青宝吃饱喝足，正躺在小木床，盯着屋顶破旧的房梁。阿娘，整整4桶鱼，1桶泥鳅，咱们留1桶自己吃也剩很多。如果明早赶集散卖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完。没事儿，我会在一旁使劲的吆喝，你抹不开脸，我脸皮厚倒是没关系，只要能挣钱便好。但是真的好多啊，咱们用扁担担着去很是费劲儿，而且劲儿大，可一次性也只能担2桶。
嘿嘿，以前家里啥都没有，现在突然多了好多东西，一时半会儿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。待会儿迎春去牛叔家，找他问问看，明儿一早让他用牛车载你和幼夏一同前去。我琢磨着，你们倒不需要散卖，你们阿爹从军前在悦客酒楼当掌柜，东家人不错，你们姐妹俩去问问看，倘若他肯收，哪怕只收一半也是好的。阿爹在那儿上工时，我跟阿爹去过。那这东家虽然不大爱说话，但阿爹说过，东家人实诚，酒楼大，客流量大，需求量也会大，只能收很多鱼。那还有时间卖栗子挣钱吗？家里还有枸杞呢。枸杞都是天然晒干的，不着急，先放家里。这样吧，鱼不要卖那么多，咱们家里没个能担当的男子，也不能上山打猎，冬天来时最缺肉食，留一些晾晒成鱼干，冬天也能吃荤腥。泥鳅价贵，镇子上的贵人爱吃，想来酒楼会全收。泥鳅留着吃2顿便好，余下的全卖。半桶鱼到水缸里养着，咱们新鲜着吃，1桶半的全都用来晒鱼干。咱们家人多，攒点肉留着自己吃。那阿娘，这样一来，咱们只卖2桶鱼和1桶泥鳅，东家伯伯或许全收，即便酒楼只收一半，咱们散卖也能卖出去。那么糖炒栗子，咱们也有空档去卖了。就这么说定。幼夏，你腿脚快，给石大娘送2条大肥鱼，并装一些枸杞过去。她帮过咱们家，有好东西也给咱们，这回咱们得了些好东西，理应回报。你送去时记得藏严实，免得村里人眼红。另外，给村长和族长家各送1条鱼，算是日常的人情往来。好嘞，阿娘，你放心，我保管能办好。迎春，你跟牛叔说明情况，咱们坐牛车，木桶多，栗子多，是否需要包车去镇子上？跟他约定好，回程也要载你们回村。好，阿娘，我这就去。等等，也给他送去1条鱼吧。好。苏迎春很快出去办事。阿娘早上只弄掉1箩筐栗子刺壳，还剩3大筐，咱们也不着急，下午再去剥1筐4颗，明儿便卖这点儿，剩下的阿娘明天再弄。苏凝秋主动说：阿娘，你多休息，剩下的交给凝秋，凝秋会弄。苏迎春是第一个回来的，毕竟她只跑1趟，跟阿牛叔商量好后马上回来。阿娘，我问过阿牛叔，包他的牛车早晚来回得花18文，我答应下来了。价钱还算公道，跟他约好时间了。刚到卯时便出发，早市过后回家。不错，就这么定吧。阿娘，我在阿牛叔家看到有新盐，便跟他买了1包。既然咱们家决定晒鱼干，用盐腌制再晒会更好吃。盐这种金贵的东西，我原不想用。最近太阳强烈，不一定必须要盐。以前家里晒鱼干，阿爹都会买盐回来腌制，要不我退回去吧。苏迎春转身便朝外走。倒不必，既然买了，有盐的确实更好吃，那便用盐腌制着晒吧。最近家里有进项，倒也无需过得紧巴巴的。好的，阿娘。我这边去处理鱼，腌制后正好可以在后院背光通风处自然晾干。苏幼夏是在这时候风风火火地跑回来。大姐比我先回来呀。都送出去了。都送出去了，石大娘还给我1把糖果，大姐给你1颗。天没亮，大部分人都在沉睡中的时候，一辆牛车停在他们家门前。苏迎春和苏幼夏把东西都搬到牛车上。我是没有办法，才让我的1双女儿扮成男孩子的模样，去外头谋生活。我不是要你照看他们，只是如果他们发生什么事儿，你要是能搭把手，就尽量帮着点儿。嫂子放心，正阳哥生前帮过我，我会看着他们，这事儿我也不会在村里乱说。谢谢。阿娘回去吧，早上风凉不能久待。许娘子看着在迷蒙的夜色中，姐妹俩坐着牛车一晃一晃离开的影子。苏正阳，你没能做到的事儿，我都会一一做到。这一次他们来得早，居然能站到好位置。惊喜的是，他们又碰到了卖臭豆腐的老大娘。
大娘早啊，咱们可真有缘分。大娘早。哎，是2位小兄弟啊，你们又来卖糖炒栗子呀？是啊，运气好，山上还有些，便又来卖。对曾帮助过自己的老大娘，苏迎春和苏幼夏都很喜欢。大娘能不能帮我们看着东西啊？我们想出去办点事再回来。可以呀，你们卖得好，还能带动我这边的生意呢。姐妹俩先把糖炒栗子所需要的东西搬下来，然后坐牛车去往不远处的悦客酒楼。客官，想吃点什么？向东哥。店小二愣了一下，随即惊喜地笑开来。银川，你怎么来了？穿成这般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俊小伙呢。向东哥。哟，右下长高了不少啊！你们做这打扮，倒像2兄弟啊。阿娘说这样不会被欺负。徐婶子想得周到。你爹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二爹死在战场上了。啊？怎么会呢？郑阳叔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向东哥，都过去了。我今儿来是想问问你们收不收鱼？我们一家昨天在河里抓了2桶鱼和1桶泥鳅。那感情好。你是不知道，之前闹干旱，多地河水枯竭，酒店缺鱼许久，东家天天愁，整天打听哪有鱼卖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卖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看来我家是来对了。现在的掌柜的是哪位叔叔啊？东家伯伯也在吗？你有所不知啊，郑阳叔走后，东家再也找不到可信任的掌柜。再说天气愈发干旱，很多人连生计都成问题，很少有客人来酒楼吃饭了。东家不像以前那般整天喝茶斗鸟，干脆自己做回掌柜。哎，你们先进来坐一会儿，我去喊东家。李向东转身走进后院，他心里感到悲切。恩人郑阳叔去了，他再也不能报答他的恩情。大姐，你有没有闻到？好香啊！卖了鱼，等回去给你吃2粒糖炒栗子。才2粒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哪儿少了？你没听村里的老一辈说，10粒栗子1碗饭，意思是说吃10粒栗子等于吃1碗米饭。我们出发前喝了稀粥，吃2粒栗子，够饱的了。以前阿爹在这当掌柜时，咱们还能偶尔吃上一顿，现在都没了。恰好在这时，李向东领着东家出来。迎春、右下，你们俩长得越发精致，要是你们爹看到，铁定老怀大慰呀。东家伯伯，没事的，我阿爹是为国捐躯，他是一个大英雄，我们都会想念他，也会活得好好的。对，我阿爹是大英雄。好孩子呀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东家伯伯，想必向东哥跟你说了，我们来这儿是要卖鱼和泥鳅，您看看要不要收啊？迎春，你们可真是伯伯的福星啊！正好近日有位老员外要为亲娘摆80大寿，伯伯正愁没有鱼，快给伯伯看看。王承业眼睛刷亮，光是看那么一眼，他便高兴坏了。好，伯伯全都收，价格绝对给你们最好。这是念在你爹曾经为我干过不少实事，伯伯不能亏待你们这些好孩子。太好了，家里终于有银子了。大姐，有了这笔银子，咱们家里的生计便能缓过来。向东哥，谢谢你，待会儿你见到东家伯伯，帮我跟东家伯伯道谢。说哪里话，这些是一个月买一个月卖，没有谁欠谁的事儿，东家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东家说了，你们要是还有鱼，尽管往这卖，都是老熟人，价格绝对不会坑你们。既然郑阳叔战死，按理说朝廷有抚恤金给家属，可我看你们似乎很艰难。哎呀，说起这个便来气，我那个偏心偏到深坑里的阿奶，不仅抢走抚恤金，还害得我阿娘早产。万幸我阿娘和小弟福大命大才活过来。你不知道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，以为刚没爹又要没娘。哦，原来你们过得那么苦啊。这些都过去了，我们只想过好现在的生活，把阿娘和小弟的身体养好。你们要是有难处，可以来找我，郑阳叔对我有恩，我能帮的一定帮。谢谢你的心意，我们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苏迎春点头，便拉着苏幼夏离开。带上了牛车，苏迎春才说：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，
这些事你少往外说。可是向东哥很好人啊，以前爹在的时候也常夸向东哥孝顺。就算是个好的，向东哥家里的环境并不好，他阿娘常年吃药，阿爹烂赌。你说那么多，向东哥也帮不上忙。要是他没有那个心，只会远离咱们。你说他是个好人，却力有所不及，只会徒添烦恼，何必呢？迎春呐，你年纪轻轻，想的倒是通透。连阿牛叔都这么说，那大姐的话一定是对的。大姐，我以后不会随便到处说家里的事了。阿牛叔把他们载到摊档的位置，便去别处看下有没有其他客人可在。大姐，待会儿忙起来人多口杂，你可得把银子藏好。你放100个心，我刚在牛车上偷偷藏进里衣，完全不会掉出来。你们兄弟俩感情一定很好，我一把年纪了，很少见兄弟俩说悄悄话，一般说悄悄话的都是姑娘家。大娘，谢谢你帮我们看摊位了。说哪里的话，上回我吃了你们10文1斤的糖炒栗子，可把我孙子高兴坏了。老大娘，别惦记这点小事，要不是那日你给我们摊位，我们都找不着地儿卖栗子呢。你们快点支棱起来，这会儿人最多。正吵得热火朝天之际，忽然迎来一位面熟的老人家。你们俩可算来了。你是那天的安叔吧？难道你家大少爷又想买糖炒栗子？那日啊，大少爷一口气买了10斤，正好招呼同窗，因为栗子很多，可同窗人也多，导致家里人没能吃上。大少爷直呼不够，之后便吩咐我呀，时常出来转悠转悠，看你们有没有再来卖。这不，我这儿的运气不错，一来便找着你们。那感情好，我们兄弟俩不仅今早来卖，明早还要再来卖。安叔，你这会儿不用买那么多，若明日还想吃，明早再买，让你们家大少爷吃个热乎劲儿。小兄弟有所不知啊，那天少爷的同窗好友们都夸好吃，大少爷为人大方，夸下海口，再给他们送去一些。还有家里人上回没吃上，这一次呀，咱们也得来个10多斤吧。那日我一看你家大少爷就是仗义疏财的主，果真如此。你家大少爷这么爱吃糖炒栗子，也算是老客户了，我们送你半斤吧。小兄弟年纪小，做生意却有一套，你们不送我半斤，大少爷也会在你这儿卖。在这个小镇上，也就只有你们卖栗子，卖糖炒栗子的更少。即便不是荒年啊，也鲜少有人下重本做糖炒栗子呀。苏迎春和苏幼夏很快卖光，比预料中的要早。他们7手8脚收起摊档。由于没有与阿牛叔约定的时间，他们收拾好东西便在一旁等着。冲着今日大家的热情劲儿，想来你们呐，明天的生意也会不错。那便程大娘吉言了，我看你今儿也生意兴隆。可不是嘛，沾了你们的光。你们是在等牛车来接吧？小小年纪别拘着自己，大娘帮你们看东西，你们到街上去转转去。那便逛一圈回来。好啊好啊。老大娘帮忙答应看东西，苏迎春和苏幼夏肩并肩一同去逛。看冰糖葫芦，咱们去买点儿。苏幼夏不待苏迎春回答，便跑过去买4串。大姐，难得今儿赚钱，咱4姐妹一人1串吧。好吧，下不为例，家里要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。苏迎春不忘叮嘱一句，她掏出钱袋子，正拉开袋口，突然眼前一晃，两手空空，钱袋子突然不翼而飞。她立刻反应过来，小偷，抓小偷！苏幼夏一直看着姐姐掏钱，苏迎春还没喊出来，她便第一时间冲出去抓小偷。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苏迎春腿软，顾不得糖葫芦，心中记挂着钱袋子，里面装的全是卖糖炒栗子的钱呀！站住，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前面的小偷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，抽空回头一看，苏幼夏仍旧是穷追不舍。臭小子，敢抢姑奶奶的钱袋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兄弟饶命，求你放我一马吧！我也是迫不得已，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1岁小儿要养，荒年生计艰难，我迫不得已才出来抢钱的。
你上有老下有小，我看你不过14、15岁，这么早生小孩，说出来都没人信。是真的，我有个弟弟才5、6岁啊。哼，到底是1岁还是5岁、6岁啊？连自己的弟弟几岁都说不清楚，叫我如何相信你说的是真？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一大家子也穷得很，一家6口人就指望着这点收入过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走，我送你去见官。苏有夏挪开腿，一手轻松地拎起小偷，连拖带拽地把人给拖出巷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狼狈书生模样的男子扶着腰肢，行动不便地走过来。你这人怎么走路都能撞到人的？一句道歉都没有，4、6下跑得无影无踪，过分，太过分了。苏有夏想起刚才抓小偷撞到的人，瞬间来气。就因为他险些就追不上小偷，差一点就丢掉他和大姐辛辛苦苦赚的钱。你没听到我一边跑一边大喊抓小偷吗？正常人都会让开，而你偏偏妨碍我抓小偷，我严重怀疑你跟他是一伙。正因为被你撞到，害得我又要多跑一段路才能将小偷给制住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但凡我晚一步都拿不回我的钱袋子。你说说看，要不是你碍手碍脚，我怎么会撞到？你哪来的脸指责我？我怎么就没看路？你像一阵风一样瞬间刮过来，我躲都躲不掉。要不说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我都没跟你计较妨碍我抓小偷，你倒跟我计较起来，就没有见过这么磨磨唧唧的男人。士可杀不可辱，我当然是男子汉大丈夫，难道你不是吗？我看你婆婆妈妈的，只管指责别人，你才不像个男人。哎呦，算了，我小偷抓着了，钱袋子也要回来了，我便原谅你吧。你起开，我要把这人押去衙门。等等，你先给我道歉。凭什么？是你该跟我道歉吧？你又在妨碍我押贼去见官。我做的是正义之事，你一个看似读圣贤书的书生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苏有夏一愣，眼睛顿时瞪大。这人不正是来他家买许多糖炒栗子的大冤种吗？这会儿将人认出来，倒不好意思，态度恶劣。他脸上刚要挤出一抹客气的笑容，突然手下一阵扯动，小偷溜得贼快，一眨眼的功夫便在前头拐个弯，瞬间没了踪影。苏有夏要去追，却被书生死死地拉住。你撞到人还不跟我道歉，不知悔改，如此不可教也。让坏人逃跑了，都怪你，没见过你这般迂腐的书生，不就是道歉吗？我跟你说声对不起行了吧？跑了便跑了，大荒年的，乞丐满大街都是，大家都没有钱生活，我被抢了已经不止1次2次了，我都没有计较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没看出来你这人还蛮豁达的。那倒是，我的很多同窗都夸我豁达，为人大方得体。我以为大财主都十分抠门呢，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大善人。可不是吗？小兄弟，我觉得我跟你一见如故，要不咱们一起去喝酒吧？我叫苏右夏，你喊我右夏吧。好，右夏兄弟，为兄觉得与你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不若一起去酒楼吃顿便饭。苏右夏猛然想起什么，一拍大腿。天哪，大姐，我差点把大姐给忘了，她现在一定着急的寻我来着。你大姐？这一次你跟你大姐一起出来卖栗子，那上次那位兄弟是你哥喽？哦，对，跟我卖栗子的是我哥，我一时口误，我跟大姐最为亲近，说成他了。我大姐啊，她在村里呢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吃饭便不去了，我跟我哥这会儿要坐牛车回村。哎呀，不跟你多说了啊，我出来追小偷，我哥正担心着呢，我得赶紧回去。当苏右夏再次回到摊档的位置时，并没有看到苏迎春。你哥让我转告你，回来后别到处找他，他寻不着你自会回来。苏右夏只好默默地在原地等。没一会儿，阿牛叔驾着牛车出现。阿牛叔看到只有苏右夏一个人，便问道：迎春啊，怎么只有你一个？苏右夏没有主意，便把遇到小偷的事情告诉给阿牛叔。你大姐应该不会有事，抓小偷的是你，就算要遇到危险也是你。那小偷差点被你押去见官，估计也不敢冒头。再等一刻，要是迎春仍没有回来，我便去找他。右夏，
大姐，我没事儿，我把钱袋子抢回来了，1分不少。有没有哪受伤？那小偷有没有打你啊？大姐，我力气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般的成年男子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那个小偷瘦里吧唧的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？下次可不允许跟人家拼命了。钱固然重要，可你的安全才是排在第1位的。我知道，大姐，我没有拼命，是那个小偷自己摔断了腿，你是没看见，我一脚踩在他的断腿上，他就跪地求饶，哭喊着把钱袋子还给我。先把东西搬到牛车，别让阿牛叔久等了，咱们车上再说。随着牛车缓慢驶动，苏有夏跟苏迎春说起结交大冤种的经过，直到牛车进村，当他们回到家门前，看着家里人的一张张笑脸，那一点不安渐作烟消云散。阿娘，我们今儿收获丰厚，赚了可多银子呢，白花花的，吓得我们都不敢乱逛，卖完栗子也只敢待在原地等阿牛叔，就怕遇上小偷。我们去卖鱼时，卖臭豆腐的老大娘帮我们看东西，人可好了，还给我们尝了她卖的臭豆腐。她不要我们送的糖炒栗子，让我们都卖了赚钱。我觉得我和幼夏特别的幸运，遇到好人了。你们俩都是好样的，阿娘十分欣慰。阿娘，小猴子偷吃后院里晒的一条鱼干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让他吃一条吧。四姐妹一头的问号。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糖炒栗子的收入，金毛猴占很大的功劳，给他吃一条鱼又有何妨？阿娘，最便宜的草鱼也要30文钱1斤，后院里晒的鱼最轻也有3、4斤。小四，你从现在开始把金毛猴给我盯紧，不能让他再偷吃一条鱼。糖炒栗子的钱还是金毛猴给咱们带来的，还有家里囤的枸杞。阿娘，我觉得咱们可以稍微对他好一点点。阿娘，要不就给金毛猴吃1口鱼吧。不是阿娘不想给他吃，那是咱们家冬天的口粮，再有约莫1个月便是秋收，荒年的粮食能长多好？咱们家缺衣少食，哪儿养得起他呀？阿娘，金毛猴太调皮了，我看到他咬1口鱼干就丢地上，把鱼干弄得脏兮兮的，还要我拿去洗。金毛猴不喜欢吃鱼，那感情好。他或许不是不喜欢吃鱼，而是不喜欢吃咸的鱼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本来咱家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肉，没这口瘾好养。三妹，怎么了？阿娘，你不要怪我，早上我偷偷的喂过几次金毛猴，它不吃咱们家煮的东西，但是我有留意到哦，金毛猴会到后院和小四一起抓虫子吃，还有吃树叶子。小四，你三姐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小猴子可乖可聪明了，它会自己找吃的，根本不用我们去喂。没一会儿，抓到的虫子比我抓的还多呢。太好了，不必让金毛猴改变原有的习惯，我们无需多做什么。家里没有好吃的，小猴子还乐意留在咱们家吗？看来小四真的很喜欢小猴子呢。你们都不要纠结金毛猴的来去，他突然出现，或许跟咱们家，或许是跟青宝有某种不可言的缘分。开门！傻奶，他来做什么？听那动静也不会有好事。不是听阿奶制造出来的动静才知道没有好事，而是阿奶每次来都没有好事。太阳落山头，这个时候他不在家里吃饭，来做什么？每天都把那个老狮子破门锁得严严实实，好像家里有黄金似的，没日没夜的防贼。大丫二丫，你们2姐妹是姐妹当中最为年长，跟阿奶生活的时间最长，才离开老宅几年呢，怎么就跟你阿娘一样学得目无尊长，不尊重长辈了？我们家的院门都被你撞坏掉，你知不知道那扇门是我爹从军前修好的？我呸！你爹都死臭了，还惦记着他修的这扇破门。我不许你这么说，爹爹。三妹，放心好了，你还不知道你二姐的性子吗？以前阿爹在，能压制住她的本性，如今她是放飞自我。那天你也看到了吧，她把你大伯打得惨不忍睹的样子。你快把小四拉回去，别跑出来。这些事就交给你二姐和大姐。
苏老婆子的大嗓门，里屋的小青宝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这般不是的母亲，阿爹，我替你诅咒他摔跤摔破嘴，10天内骂不了你。卢家的那个婶子说了，你们在河里打捞了一大桶鱼。我们被卢婶子抢了几条鱼，你的脸比脸盆大，怎么不把鱼给抢回来？你抢过来，那鱼就是你的，根本不需要来我们这儿找不痛快。这时苏幼夏也看到院子外面出现的3个人。当初分家我们什么都没要，你们说好只要苏老三工钱的2/3供养你们，本该我们孤儿寡母得的抚恤金也被你们夺走，我们一家子被你们逼得都快活不下去，你们还想怎样？只要他们是老三的闺女，就得喊我一声阿奶，血脉相连。其实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说断就断。我是当家做主的长辈，让几个孙女儿给我做事怎么了？即使要卖他们，给家里的兄弟念书，吃饱穿暖，有什么错呀？你珍惜这一声阿奶，莫不是存着要他们为老苏家当牛做马的心思，还是说婆婆仍想把他们发卖？只要这4个丫头片子是我们苏家的血脉，我要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得干什么。打猪草、喂鸡鸭鹅、种稻子、晒谷，一样不能少。明天就让他们去老宅干活去。要是做得不好，把他们卖掉，换点银子给2个哥哥读书考科举也是好的。我拼命守护的孩子，却被你当成奴才搓磨。但凡是当娘的，也不会容许你这般糟蹋自家孩子。许娘子也不怕走进来的同村人听到，快速说：更遑论你们老苏家没给过我孩子一口吃，你有脸说出这样的话，脸倒比城墙厚。厚不厚的，谁在乎这个呀？做人呐，最要紧的是实惠。你生一群丫头片子，个个不顶用，既不能当家做主，又不能养老送终，不搓磨怎么回本啊？我不跟你说这个，你们的鱼呢？快拿出来！一大家子丫头片子就不该吃鱼，好东西啊，得留给家里的男人。你们家就只有那个小屁孩，米都咽不下去，留着干嘛呀？就该奉献出来，替老三呐，好好孝敬长辈们。苏老婆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咱大家都是娘们，咋就不顶用啊？没有丫头片子哪来的生男娃子？没有丫头片子，谁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？春夏秋冬不是从你的肠子里爬出来，你可以不心疼，但是你不能剥夺一个母亲心疼孩子的心意。说话的那人李家3婆跟苏老婆子是邻居，从年轻时起他们就互相攀比，凡事争个输赢。呸！阿三，我们老苏家的事儿与你有何关系啊？你别逮着机会就说我的不是，我苏老婆子不认你这个理儿。你向来不认我说的道理，可是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你说对吧？李3婆看向身边一起过来的另2个村中妇人，是这个理，公道自在人心，日子再艰难也不能亏待子孙后辈。再说了，你们老苏家日子过得挺滋润的，是村里数1数2。身为你的邻居，容我说句公道话，以前你们没分家时，你们老苏家的人对春夏秋冬非打即骂，使劲搓磨，我看着都心疼。人家爹每天累死累活的赚工钱，大部分都上交给你们老苏家的人，真算做得可以了。如今苏老三去了，他们一大家子还不知道怎么艰难地活下去，你仍旧来打人家的主意，真说不过去。李3婆明里暗里骂完苏老婆子，一阵暗爽。说起来我就纳闷了，你说你有3个儿子，为何偏偏最讨厌苏老三？在我们看来，苏老三是你们苏家最能挣钱，也是最孝顺。我说句公道话，折了苏老三，你们家依旧带着他留下的孤儿寡母过活，可就说不过去。在我看来，苏婆婆的3儿子能在镇上当掌柜，每月工钱多，比起好吃懒做的老大老二好上100倍。不是说交2两银子能免兵役吗？这个钱苏老三很快就能赚回来，你们偏不肯给。如今损失大了，再没有每个月的收入。我说苏老婆子，你们老苏家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就别再搓磨人家许娘子了。
苏老三是我亲儿子，我爱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。苏老三是3兄弟中最年轻，身板子也是最结实扛打。论打仗，上头的2个哥哥哪里比得过他的骨骼硬朗啊？说不准能活着回来。他的2个哥哥比他年长，也更为孝顺，是要给我俩老头养老送终。桂花婶直摇头，知道这个婆子是糊涂的，便没有再多说。阮氏在一旁更不敢说，她家婆提过，别跟老苏家沾边。三婆，你们这趟来我家有何事？我这不是听卢婶子说你这儿有许多鱼，家里的孩子馋肉，想着买不起猪肉，便想从你这儿买2条鱼回去。哎，对，我们也是来买鱼的。那条河是村里的，给我们算便宜点，大家也不容易。听说卢婶子不用给钱，你们就给她2条，嫩大方。许娘子放心，我们会给钱。他们这般卖力讨好许娘子，无非就是存着付出最少的成本换取鱼肉的心思。你们来晚了，昨日迎春和幼夏姐妹俩把剩下的鱼给宰了晾鱼竿，你们要是早点来，我还给你们白送1条，可惜了。哎，来得真不凑巧啊！许娘子当真晒鱼干，并不是觉得低价卖给我们赚不到钱。村里有人见春夏俩丫头坐着阿牛的牛车回来，车上有木桶，不会是拿去镇上卖掉了吧？三婆怎能这般想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迎春和幼夏确实一早去赶集，把1半的鱼拿去卖了，都卖光了。家里昨晚新鲜吃了一顿，仅剩的全都尽数晾成鱼干。我这一大家子，光靠我一个寡妇养活全家，偏我是个妇道人家，根本赚不到几个银钱。我便想着晒成鱼干留着冬天吃，没想到被你们误会我，不肯便宜给乡亲。大家都同一个村，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哪里就有这样的心思？许娘子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们刚才碰到卢婶子，听她说你们在河里抓的鱼一家子吃不完，让我们想吃就赶紧来买。其实卢婶子的原话是让他们赶紧来讨要，恶心许娘子他们。说起来，卢婶子说你们白送她2条呢。那2条鱼是她抢的，当时只有小四一个人守着鱼桶，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卢婶子一个人就能拿走半桶鱼。这些鱼是我们4姐妹辛辛苦苦在河里捉，阿娘和小弟正缺肉食，我们哪有多余的白给别人。阿爹生前为了供养阿奶他们，家里没有积蓄，阿奶把阿爹的抚恤金抢走，害得阿娘早产，我们家里连医药费都给不起。别说了，阿娘，大姐说的是实话。李三婆悠悠长叹一口气，唉，是我们想的不是，都怪卢婶子，话没说清楚，许娘子原谅则个，是我们3个妇道人家耳根子软，听风便是雨。没事儿，大家说开便好。说起这鱼不是什么稀罕物，三婆要想吃，明让家里的孩子去河里打捞，说不定也能抓1桶。打发完他们3人，许娘子发现苏老婆子仍杵在门边不肯离开。阿奶，你刚才也听到，我们家的鱼都晒鱼干了。那就要鱼干，把做好的鱼干给我。幼夏，关门。可是阿娘，阿奶的腿……今日她的腿当真断了，那就把家里的鱼干都给她拿走。她的腿只要不断，一片鱼鳞也别想从家里拿走。阿奶，我真的关门了。苏老婆子冷哼，固执地拿鼻孔鄙夷她。大概苏老三在世时对待老苏家的人无限包容，此时的苏老婆子没有一丝的危机感。苏有夏看的那个气呀，干脆不留手，砰的一声，哎呦喂，我的腿呀！哎呦，杀千刀赔千货！哎呀，你个贱蹄子，果真是小娼妇许香雅生的！看我不把你们这些不孝孙女儿卖给大户人家做奴婢，卖到阿扎的春花楼去接客去！阿娘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阿娘没事，阿娘只是被你们阿奶气得很。阿奶又舔着一张老脸过来要东西，真讨厌。春花楼那种地方，就算是死也不能去。你阿奶如何对待咱们，你们心里有数。阿娘，我们要跟那边彻底断掉关系吗？
能彻底断掉关系那是最好，怕的是那边纠缠不清。你们阿爹生前对他们极好，在你爹他丢命前，阿娘以为他们会知恩图报，就算不是知恩图报，也会对咱们一家多少照应一些。可自从你们阿爹的死讯传来，不给你们阿爹建衣冠冢，又抢走抚恤金，不断地索取东西，他们的所作所为让阿娘彻底寒心，也终于看清楚他们每一个人。阿娘，阿爷阿奶他们对咱们不好，咱们也不要对他们好。你们阿爹愚孝，在阿娘看来，你阿爹带着我们为老苏家做死做活，没有得到一丁点的感激，反而助长他们贪得无厌，养成坏习惯。他们早已经习惯了，但凡咱们家里有什么，都得往老苏家扒拉去。阿爷阿奶还有大伯二伯他们实在太坏了，咱们不要再对他们好。那些活儿明明大海哥大河哥都能做，为什么偏要我们做？我们跟他们又不是同一家。说什么因为我们是姑娘家，但是他们家的桃花就什么都不用干，跟一个千金小姐一样，头上戴绢花扎红绳。度过漫长的一夜后，苏迎春和苏幼夏今早跟昨一样，也是同样时间出发。由于昨日回来的路上已说好，阿牛叔早早地赶着牛车停到他们家门前。秀夏，你这股力气，要是个男子，倒比你阿爹更适合去打仗。对呀，我阿娘时常讲，二妹不知道像谁，就算我力气大，我也是阿爹阿娘的孩子。阿牛，你一大早赶牛车去哪儿啊？顺道载我一程吧。卢婶子，你赶早去哪儿？我这趟车需要去镇上，被迎春他们包下我的牛车，按理不能载旁的客人。啊，迎春他们这么有钱，居然能包下整辆牛车？还有啊，这些箩筐里面都是些什么呀？不会是赶早集，全都载到镇上去卖吧？婶子，你差点害我大姐掉下车，你知不知道？枸杞，这么多，这得卖多少银子呀？卢婶婶，你要把箩筐弄倒了。之前你白白拿走我家2条鱼，这便算了，我们没有跟你计较。可是你竟然撺掇李三婆他们到我们家，口口声声说便宜买鱼，你是看不得我们家好，专门占我家便宜来着，你实在是太坏了。阿牛叔，咱们出发吧，这个车我们包了的，不能载其他人。阿牛叔，今儿我们晚2个时辰回去，你记得的吧？记得，你们今儿好好的赚钱，阿牛叔到点便回来接你们。当他们卖剩小半箩筐时，苏幼夏念叨一句：大姐，你说那个唐瑞他是不是撒谎啊？说好的今日再来买栗子，连个人影都不见，更别说请咱们去吃饭了。你还说不贪图他那顿饭，这会儿又惦记上了。其实我是这般想的，咱们卖完栗子和枸杞后正好去吃一顿，反正我觉得大冤种钱多，再加上咱们现在是男子装扮，跟他一起吃一顿也没什么呀。再说了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去酒楼吃过了，他要是能再一次诚心诚意地邀请你和我同去，咱们又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？我看你啊就是嘴馋，想吃好吃的。那可不，大冤种家里那么有钱，请咱们吃的食物肯定也是顶呱呱的好吃。他眼睛突然一亮，苏迎春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果然一个有点眼熟的文弱书生慢悠悠走来。大冤种来了，大姐，待会儿咱们宰他一顿饭。苏家小兄弟，就剩下这些啊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是在说我们的生意不好吗？我们一大早来卖这个价格，卖剩半箩筐，已经很生意兴隆了。哦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你们剩下太少了，不够我买。哦，抱歉啊，误会。这位公子，你到底想要多少啊？我看我们每次来，你好像都买挺多的。剩下的我全都要了。大少爷，等下我要跟他们兄弟俩一起去吃饭，你把这些栗子送去书院，记得给夫子也送上一份。安叔点头应下来。你们把栗子炒好，我们就一起去悦客酒楼。好啊，好啊。苏迎春拉住苏幼夏：唐公子，我们还要去药铺把枸杞卖掉。卖枸杞？是的，可能要跑好几家药铺，要货比3家嘛，我们便不与唐公子一起去吃饭了，免得耽误你午饭的时间。你们有多少？要是不多我买了，我家里偶尔会用枸杞泡茶煮羹汤。大少爷，你看看，
能要多少？这么多，枸杞可是贡品，你们卖的这些品相极好，正所谓粒粒珠石，银如玉，好与归人坠玉钗，比拉去上贡给皇宫的都要好。这多吗？这枸杞多难得，你们竟有如此之多。对呀，我们有2竹篓，想要卖个好价钱，得多跑几家药店，而且我们还不知道那些药店能不能收下这么多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收拾好东西跟我走，我全收。啊，唐公子，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总得告诉我们吧。我带你们去仁德堂。仁德堂是镇上最大的医馆，医术最好，价格最为公道。大家有病没病，要买点什么药材都去仁德堂。难道你跟仁德堂有什么关系？那可真是太厉害了。苏夏兄弟，我给你投缘，才跟你说实话，也乐意真心帮你。我们唐家是商人，仁德堂是在我父亲赚到第1桶金的时候开业的，后来生意越来越好，遍布全国各地，仁德堂也开了不下1000家分号。苏迎春和苏幼夏险些惊掉下巴，他不会是天下第1商号唐家商号的少爷吧？我爹常说，人的财富不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而是老天爷给的，否则那么多人努力，不见得那些努力的人个个都能拥有财富。他这辈子能够赚到如此多的财富，一定是前世做了诸多好事。我爹认为唐氏家族要继续富裕下去，必须不断的积德行善，帮助更多的人，如此唐家才能走得更远。我们只知道仁德堂治病便宜，药材便宜，没想到有此番渊源。早就听闻仁德堂在各地有很多家分堂，原来竟然是真的。当然是真的。唐家商号也是你家的？你是唐家商号的大少爷？正是。他们边走边聊，很快在唐瑞的带领下来到仁德堂。大少爷，今日前来是否有要事啊？刘掌柜，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。大少爷，是什么好东西啊？要劳动你亲自前来，我定要长长眼。唐瑞微微一笑，回头对苏迎春和苏幼夏说：刘掌柜主管这家仁德堂的分号，你们把枸杞给他看。大少爷，老爷正发愁今年的枸杞品质难以上供，前2日各地的仁德堂收到通知，要寻大量的好枸杞，这不你就把现成的特级品质的枸杞带来，真是大大解了老爷的燃眉之急呀。请问刘掌柜，我们这种特级品质的枸杞能卖多少价钱？你们是大少爷亲自带过来，老头啊绝对不会诓你们，定要给你们一个上好的价钱。如果是刚采摘没有晒，100文钱1斤，你们这些都已经晒干了，品相极好，我给你们300文钱1斤，如何呀？好好好。这小子真是坦率性子，心里想什么便是什么，毫不加以掩饰。刘掌柜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如果我们还有很多的枸杞要卖，跟这个品质相当，你还收吗？小兄弟还有？有，多着呢。二妹，你别忘了，阿娘叮嘱过，大姐放心，我一定会说服阿娘的。苏幼夏打断苏迎春的话，继续笑看着刘掌柜，等待他的回答。收，不管小兄弟有多少，我们都收。我们唐家商号有许多分店，会把这些枸杞分别销往到全国各地。太好了！我听说枸杞实属难得，漫山遍野也不一定能找到几株，只有深山老林里面能够找到比较多的。莫非你们进入深山老林才摘？虽说不是深山老林，但因为地方隐匿，一般人找不到，跟深山老林差不多了。那你们的栗子不会也是深山老林吧？都在同一个地方，也生了一大片。这大荒年的，我就纳闷了，你们家如何人有栗子拿出来卖的？不该早就被饥饿的人薅光了，这原来是野生的。能遇见野生枸杞树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这是你们的机缘。是小弟带来的好运气，也是老天垂怜我们一家人。小弟？自从小弟出生，家里的运气就变得很好。真的？怎么个好运法呀？
小弟一出生，天降大雨润泽大地，野鸡到我们家生蛋，一早上能有10来个的。直到现在，我们天天捡，也许再过不久啊，我们家就要卖鸡蛋了。唐瑞心想，你莫不是在骗我？野鸡避人都来不及，哪能主动到别人家里生蛋呢？刘掌柜把枸杞称好，算盘打得噼啪作响。共25斤，7500文。小兄弟，大头的给银锭子，小头给铜板，可否啊？可以的，刘掌柜。刘掌柜喊我苏春便好，我弟是苏夏。刘掌柜，下回收还是同样的价格吗？苏春小兄弟放心，一样的价格。我们仁德堂有口皆碑，哪怕你不是大少爷带来的人，我们也会给你一个公道的价格。苏迎春和刘掌柜交涉完毕，扭头找苏幼夏，忽然发现他的好二妹正跟唐瑞聊的是热火朝天。原来是一只猴子引你们找到这些好东西啊！我不曾见过如此玄妙之事啊！是啊，我从小到大也是第一次遇到过，而且发生在自己家。我阿娘也说过，在此之前，别说家里村里，甚至10里8乡都没有这种异象。改天我得去你家看看你这个气运弟弟，瞧瞧他跟普通的娃娃有什么不一样。唐大少爷，都办好了，银子也收到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一起去悦客酒楼大吃一顿，庆祝我们成为好兄弟。苏迎春心想，发生什么事？一眨眼的功夫，他们俩已经称兄道弟了。苏迎春默默地跟着他们，一言不发，一路来到了悦客酒楼。